这一夜，温竹清还是跟梁正远一个床上睡的，因为没有新的被褥。修炼一夜，温竹清觉得浑身有一些胀，这乃是修为晋级的征兆。翻身去了屋顶，等待着第一缕阳光的升起，借助这一缕紫气，顺利晋升到了炼气2层。孩子们都被惊动了，一排脑袋看着他。都醒了，一起练吧。练了半个时辰，孩子们力竭了。温竹清把家里养着的老母鸡给杀了，做了鸡汤面吃。俗话说得好，穷文富武，没有足够的营养，孩子们练武会把身体给练废了的。今天进城，周大夫的人参应该炮制好了，以后炖汤加点人参须子，补养身体。哎呀，鸡汤面一大早吃这么好啊！练武得吃好的，家里最后一只母鸡了，今儿去镇上买点小鸡回来养着，否则供不起你们吃鸡呢。梁淑仪不好意思，回房间取出了一个荷包，这个是5两银子，是我的私房钱，你留着用吧，家里吃饭花钱多呢。温竹清很是欣慰。那好吧，你的心意我收下了，给你买新衣服回来。吃饱喝足，温竹清收拾背篓，准备去镇子上。这次带了小五。卖孩子喽，谁要小孩啊？这么乖的孩子，阿娘舍得吗？当然不舍得啦。哼，养得再好，那也是别人家的孩子，装什么母子情深呢？谁不知道你是后娘一样？后娘也是娘，我们母子关系就是好，我乐意宠着我家小五，又没吃你家大米，害着你啥事儿了啊？你说说你，出门也不让你男人陪着，穿得一身红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新媳妇儿啊。我乐意穿，你想穿还没有呢。行，你高兴就好，一直穿着啊。路上经过了一片乱葬岗，树木阴森，胡翠喜突然觉得身上有点冷，忍不住抱紧了胳膊，有一些害怕。温竹清却盯着他，你看什么看？看你艳福不浅嘛，被人看上了。红衣服不是不能穿，而是一身的红，总会招惹一些不干净的东西。这不，胡翠喜就被人给盯上了。滚一边去，伤着我家孩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胡翠喜心中一惊，他跟谁说话呢？随着他的挥手，那股子不舒服的感觉也离开了。胡翠喜沉默，可不敢挤兑他了。到了镇子上，温竹清直接就找了周大夫。温姑娘来了，人参炮制好了吗？说起这个也是运气好，镇长家正好需要人参，就卖给他了。这是剩下的银子。都卖了吗？原本是想留着点的，梁镇长要的急，就都拿走了。那就算了吧。我去看看蔡大娘，她家女儿该发丧了。蔡家怕是发不成丧了。为什么？温竹清蹙眉，蔡姑娘本来就是横死，要是不能在头期发丧，很可能会尸变，形成厉鬼的。他夫家阻挠，非要赔偿，说什么耽误了他家的婚事了，害得人家背上克妻的名声，闹腾2天了都。这是上赶着找死啊！我看看去。孩子就留我这儿吧，我帮你照看着。行吧，小五乖乖的，阿娘回来给你买糖吃啊。白事儿不适合孩子去，阴气重。小五点点头。温竹清放心去了城隍庙，老远就看到了一群的人，吵吵闹闹的。聘礼都退掉了，定亲也不过2月，你们这么闹，不是逼死蔡大姐吗？她的钱都给孩子办葬礼了，哪有钱给你们呀？没钱就别发丧，当初承诺给我家的嫁妆，总不能没了吧？我这好好的孩子，就因为跟他定亲，名声都没了，娶媳妇儿都不好说，哪有这么毁人的？必须得赔，否则就别想发丧。不让我女儿好好走，我就撞死在你家门口，以后更娶不到媳妇儿了。就你这样的恶婆婆，谁嫁给你儿子谁倒霉。当初我是瞎了眼，看上了你家儿子，反正我活着没意思了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你这个疯女人，你敢死，我就把你女儿的尸体丢出去喂狼去。这位大婶，人死为大，你这么做就不讲道理了。你儿子是你亲生的吗？你这么闹，不是更让他娶不到媳妇儿吗？不怕告诉你，蔡姑娘是横死，一口怨气不消，今天要是不能及时发丧，会变成厉鬼回来。你想她做儿媳妇儿也可以啊，她会去找你的，好好伺候伺候你这个未来婆婆。你谁啊你？哪儿冒出来的？别以为你这么说我就信你了。你可以不信，但是不可以亵渎死者，你别无理取闹。来个人去报官。这是我家家务事，你凭什么报官啊？你家家务事是小，蔡姑娘丧事是大，她要是变成厉鬼，全城人都难逃厄运，你的罪孽可就大了。
围观的百姓一听会危害到他们，立马就不看热闹了。快让人家发丧吧！只是未婚夫又没成亲的，做人可不能这么不讲道理。先讹钱也不是来这儿讹钱的，想钱想疯了吧？既然来了，就给蔡姑娘烧纸磕头，送她一程吧。凭什么？那个短命鬼扫把星，我儿子给他送行，不会沾染晦气啊？你们非要来的，蔡姑娘已经记住你们了，不烧纸消除她的怨气，她回去找你们，我可不管啊。你别吓唬我啊！爱信不信？她去过你家没有？去过的，相亲去过。那更糟糕了，门儿都认识的。这下子陈婆子也吓得够呛，被温竹清盯着，乖乖的给他烧纸。陈大壮也跪在一旁给他守灵，及时一到送他上路。百姓们纷纷夸赞温竹清有法子，一物降一物。一个孤零零的新坟留在了山坡上，蔡大娘哭的是肝肠寸断。蔡大娘节哀顺变。蔡大娘这心里面空落落的，以后好好过吧，你有手艺，总能养活自己的。逝者已逝，活着的人得向前看。温大师，求您收下我吧，我给您当厨娘，卖身给您当奴婢。我不想回酒楼了，也没有住的地方，孤身一人，不知道怎么活，求您成全我吧。这温大师，你就收下他吧，他孤身一人的，也怕被人欺负。温竹清一想也对，无依无靠的妇人，她还不到40的年纪，扮老徐娘也有几分的姿色，万一遇到老流氓想害她，那有的是法子。那好吧，你跟我走吧，不过咱们别签卖身契，签个用功文书，先签1年，你要是反悔了，随时可以走。谢谢温大师。蔡大娘收拾了一些衣服，当天就跟着温竹清离开了这个伤心地，去成衣铺子给梁淑仪买新衣服。姑娘，我会做衣服，咱们买布回家自己做，能省不少钱呢。那也挺好，差点忘了，有棉花没有？有啊，不过棉花有点贵，要500文1斤，都是上好的棉花，弹得好，暄软温暖。确实贵，按照前世的人民币来换算，都得500块了呢。买100斤吧，这个细棉布来5匹。这您要这么多呀？小店儿没有这么多现货，您等2天可以吗？有多少先拿多少，随后送我家里去。好的，我都给您送家去。最后花了90多两，都让店家送到家里去。温竹清给了钱，继续去采买别的东西，糖果、点心、厨房的调料，又花了10多两。蔡大娘看的是心惊肉跳，姑娘这花钱就跟流水一样，满载而归，都让店家送到家里去，地址留给他们了。温竹清就不用大包小包的拎着，路过丧葬铺子的时候，发现关着门，忍不住蹙眉，突然感觉到一股阴煞之气扑面而来。大胆！温竹清掐出复杂的手印，符纸一股脑的拍了出去，轰隆一声巨响，铺子的门就被炸得4分5裂。这是怎么了？想活着的都散了，这是尸变，关好门户，不要出来。百姓们这下子来得快，散得更快，眨眼之间的功夫，人就没了。温竹清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符纸，就大步的踏进去。姑娘，你能行吗？这太危险了，要不找官府来处置吧。没事，我会小心的，官府也管不了的。等着朝廷派人来，镇子上的人都得完了。这躲远点，我心里有数。蔡大娘只好松手，躲在对面的一家杂货铺里。温竹清走进丧葬铺子，正中间的那口棺材还在，不过呢，已经打开了，散发着阵阵的寒意。铺子里面空无一人，温竹清并没有去看棺材，而是先走到了柜台后面，竟然看到店主老头倒在地上，手里还拿着一把糯米，先画了一张护身符，拍在老头身上，驱邪符、散寒符，不要钱一样的拍了他满身。老头悠悠的醒转，醒了，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是你？不然呢？你欠我一条命啊！幸好是白天，你也给棺材做了处理，否则今天镇子上就得变成地狱了。你万死难赎其罪了。多谢大师帮忙，这事儿也是我疏忽了。前些天夜里有人买棺材，是过路的商户，先把尸体放进来，明天送到义庄，我就答应了。没想到这人一去不回，我也没办法处理，这一耽搁就发现坏事了，竟然长出了獠牙，指甲也长出来了，这是尸变的征兆啊！可惜我道法不够，哪怕做了处置，还是斗不过他，差点酿成了大祸呀！幸好遇到了我。这附近没有道馆或者寺庙吗？你自知不敌，就该求助的。哎呀，现在是佛教盛行，那些和尚可不好请的。我一个小小的丧葬铺子，哪来那么多的香油钱呢？
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，一股肉眼可见的白气冲天而起，温竹清一跃而起，比寻常符纸长了2倍的符纸一下子就拍在了丧尸的额头上。那丧尸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立马就老实了。不过呢，还呵呵呵的，很是不服气的样子。哎呦，还不服呢？让你不服，让你不服，打死你！老刁头嘴角直抽搐，你打他，他也没感觉呀。哼，跟姑奶奶横，打不死你。好了，别跟死人计较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最好是烧掉，一了百了。丧尸咚咚咚的用那个后脑勺磕着棺材板，很是不满的样子。谁乐意被烧了呀？这能听懂？唉，那就麻烦了。既然尸变了，肯定是有莫大的执念，放不下，烧掉了也会化成孤魂野鬼。谁知道会不会变成厉鬼呢？那怎么办啊？留在你这儿也是麻烦。天黑了送村子里，我把他安顿下来，找官府调查清楚他的身份，最好送回家里去。落叶归根，他的执念说不定就散了。好吧，辛苦你了。谁让我遇上了呢？交代了老刁头应对之策，留下了一些符纸。临走的时候，老刁头给了他一叠银票。姑娘辛苦，这个是辛苦费，你收下吧。温竹清没有客气，老刁头那也是懂规矩的，拿出来的是他1/3的身家，足有这1000多两银子呢。要是有玉或者上好的罗盘，你帮我留意一下。好，我会的。温竹清也没白要了他这么多钱，开了一个补气血的方子，让他喝几天，身体会养好一些。邻居们战战兢兢的，都在关注着丧葬铺子。终于看到两人一起出来，都松了一口气，活着就好啊。没事了，各位高邻受惊了，刁某改日登门赔罪，都开门做生意吧。吓死了人了！怎么回事啊？一点意外，已经被这位姑娘处理了。这姑娘不是给蔡家做白事那个吗？是我姓温，临风村的。大家以后有需要可以来找我，驱邪看病、点穴抓鬼，咱都可以的。你一个姑娘真的会做这些啊？做这一行的不看男女老幼，只看天赋。有的就是老天爷赏饭吃，天生就是做这行的。我就是那个被老天爷追着喂饭的，没办法，谁让咱命中注定做这个呢？众人都笑了，这个也有道理，人家瞎子算命那也是无师自通的。姑娘没事吧？还好，回家了，各位告辞啊。哎呀，温姑娘慢走啊，这姑娘脾气可真好，不像那些个高人鼻孔朝天的，都不敢跟人家说话呢。众人议论着，温竹清还没有走到周大夫家里，就被梁镇长给拦下了。温姑娘又见面了。梁镇长啊，有事儿？刚才棺材铺子里的事儿，温姑娘不该解释一下吗？梁镇长想要什么解释？是我帮亡死者安葬，还是棺材铺尸变？我挽救了一场弥天大火，梁镇长这是想奖励我吗？不愧是当镇长的，格局就是大，随便给个1800两的就好，谢谢了。温姑娘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要我什么态度？我倒是想问问你，你怀疑我什么？还是说你和棺材里那位有什么瓜葛？温竹清仔细观察他的面相，那是越看越心惊啊。这个姓梁的真是不干好事啊，这眉宇之间的煞气凝结，一看坏事就没少干。你放肆，休想污蔑本镇长。是不是污蔑你自己清楚，别来惹我，我不关你的事儿。你要非要找我麻烦，后果自负。我们修道之人讲究因果缘分的，你要是活腻了，我不介意将这个报应提前。梁镇长被他看的是心惊肉跳。装神弄鬼，你以为本镇长会让你吓唬了吗？你要是以为我吓唬你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。想怎么样，划下道来，我奉陪到底。你安分点儿，人外有人，别以为你会点玄术就能为所欲为了。对普通人来讲，会玄术真的可以为所欲为，这就是威胁了呀。梁镇长心中火气，却是又不敢撕破脸皮，让开路就让他走了。温竹清大摇大摆，很是傲慢，气得梁镇长这心里的杀气更盛。温竹清突然回头，冷冷地扫了他一眼。梁镇长心里剧烈颤抖，下意识地捂住了心口。温竹清扯了扯嘴角，哼，对他动杀心啊，活腻歪了，警告了他一下，转身继续走。镇长，您怎么了？他真的太放肆了。明日咱们去法华寺找袁大师。梁镇长有些怕了，这些个方外之人杀人于无形，他不得不防啊。到了周大夫的医馆，
小五已经撅着嘴。哎呦呦呦，谁欺负我儿子了？怎么还掉金豆豆呢？我就是想阿娘，都吃一顿饭了，阿娘还没回来。哎呀，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咱们小五啊是男子汉，最坚强了，可不辛苦鼻子的啊。哎呀，这玩的好好的，突然就找你，怎么哄都不行。小孩子都这样，缠着娘亲，这有事没事看一眼，心里就踏实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孩子小时候最依赖的就是娘亲了，一天不喊个30-50遍的，这一天都过不去呢。温竹清哄了一会儿，小五开心起来，辞别了周大夫，回到了村子里。夜色刚刚落幕，买的东西明天才能送回来。孩子们都心不在焉的，听到动静都惊喜的跑出来。阿娘回来了，阿娘，我给母羊割草了，它舔我的手呢。真乖，小满是好孩子。谢谢阿娘。弟弟，姐姐带你去洗脸。阿娘，你饿不饿？厨房里有粥跟馒头，是大姐做的。梁淑仪有一些不好意思，仰头望天，就是不看他。不错，继续努力。他是谁啊？欢欢介绍，这个是蔡大娘，以后跟咱们一起住了。我知道，蔡姑娘下葬了吗？已经下葬了，我也没什么亲人了。温姑娘对我家的恩情无以为报，我就是想跟着她伺候她，回报一些，我这心呐也踏实些。好吧，欢迎蔡大娘。你喊奶奶的，别忘了辈分啊。好吧，蔡阿奶。蔡阿姨，家里孩子们多，辛苦你了。蔡大娘来家里不是伺候你们的啊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别想着使唤她。我们不会的，你别小瞧人。那就好。蔡大娘看不透他们家是什么样的相处方式，这都是她的孩子呀，晚上怎么睡啊？小满跟我一起住，蔡大娘跟你们挤一挤，明天我找人来盖新房子。啊？盖新房？你有钱吗？我赚钱还不是手到擒来，放心好了。洗漱完早早的就睡了，晚上有活呢。睡到子时，温竹清突然睁开了眼，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屋子。温竹清飞快地穿山越岭，到了后山，老刁头已经等在山里了。跟我来。温竹清从树顶一跃而下，就带着他来到了一处洼地。先埋在这儿吧，我布置阵法，你自己挖坑吧。好。老刁头并不像他长得那么弱，挖坑人家那是行家，不过半个时辰，一个大大的坑就挖好了。温竹清也布置了阵法，又在棺材上面画满了复杂的符文，不出意外能维持1年，1年之内找到他的身份，送回家乡，了断这场因果。多谢温姑娘了。不客气，我道中之人遇到了就是缘分，没有袖手不管的道理。因为尸变，棺材埋进去呢就没留什么坟包，除了他们，压根就没人找得着。忙活了一整夜，老刁头拱拱手，消失在了树林里。温竹清打了一个哈欠，也要回家了。还没到了家里，远远的就看到自家门口围满了人，心里一沉，这儿出了什么事儿了？走近了才看到，不是出事儿，是镇上的商户把东西送回来了。温姑娘回来了。有事儿？哎呀，没事儿。那个正远媳妇儿啊，你真的赚了这么多钱呐，这也太厉害了，能不能带带我们呢？你吃肉，我们喝点汤也行啊。这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言语一声啊。都散了吧，家里忙，没时间招待你们的。想赚钱过好日子，吃饱饭，说简单也简单，说难也难。这怎么说的？勤劳踏实，好好种田，总有回报。你们这么闲，有点热闹就丢下地里的活儿，能赚到钱才怪呢。别总盯着别人家里看，先把自己的1亩3分地打理好了，再操心别人吧。现在不是农闲，地里活不多，我们想赚钱也得有门路啊。农闲不能去镇子上做短工吗？开荒来年多种地，去山里找野菜、药材，这些东西都能卖钱啊。就看你们想不想做，怕不怕辛苦了。不少人被他说的羞愧，当然了，也有那不知好歹的。你不想带着大家发财就直说，山里的东西多，可是也危险呐。这要是丢了命，还不如在家呢。开荒啊，还要交税，都是旱地，辛苦不说，赚不了几个钱，把人累得病倒了，多不划算呢。哼，你喝水还能呛着，走路上还会滑倒，遇到下雨天说不定要被雷劈，那你就不活了。懒就懒，别找借口，我这里不需要懒汉。都散了，围着我家门口要饭吗？村民们讪讪的，只好走了。梁正元娶的小媳妇儿不太对劲儿啊。不过老头子，我觉得
他在村里应该也不错吧？有点什么脏事儿的，也有人能处理了，总比去找和尚道士便宜吧？这个咱还是跟他好好处吧。这种邪门的人，要是害人，防不胜防，会吓人的。梁四九能不明白吗？可是呢，他现在想供着他，好好处，可就怕已经来不及了呀。跟徐二赖媳妇儿送苗儿的事儿，他能不知道啊？三儿媳妇儿去镇子上回娘家，都这个时候了还不回来，要不派人去问问？没等梁四九回答，一身红衣突兀地出现在自家的门口，是胡翠喜回来了。哎呦，正担心你呢，回来这么晚呢，以后可不许这样了啊！胡翠喜的眼神转了转，不知道为何，梁四九就觉得他那眼珠子各转各的，一个往左转，一个往右转，蓦然吓出了一身白毛汗。再仔细看看呢，好像又没有，难道是自己看错了？回来就好，吃饭吧。我吃过了，累了，回屋歇着去了。一下下挪到了屋门口，扶着门框进去了。梁四九这回看得可真真的，儿媳妇儿就没有抬脚，是飘进去的。这是招惹了不干净的东西回来了。吃了饭也好，省了咱的粮食了。老头子，咱吃饭了。你先吃，我出去一趟。三儿呢？让他别缠着媳妇儿，把屋后的菜地浇一浇水。这天旱的，菜地不能缺了水啊。我让老大去浇水。三儿干了一天活，现在还没回来呢，快累他。梁四九不管，满心都是胡翠喜一身红衣飘着走路的样子。胡翠喜没有躺在床上，站在窗户后面盯着外面。阴沉的屋子里面黑乎乎的，越发显得他那一张脸呐，惨白惨白的。温竹清他们忙活了一天，熏肉已经挂起来了，在阴凉处风干。睁眼媳妇儿，叔问你点事儿，我想找你看看我家三儿媳妇儿，我觉得她不对劲儿，怕是带着不该带的东西回来了。白天我提醒他别穿一身的红，容易被人盯上，还是没逃过。这因为她穿一身红的原因吗？有一点儿，一般没事儿，运气不好，遇到喜欢新娘子的，可不就跟着回来了吗？蔡大娘，你在家照顾孩子们，我去看看。哎，好，你小心些。到了梁四九家，你来做什么？白天我和胡翠喜一起去镇子上的，约了晚上一起画绣花样子，我来找他。哦，这样啊，他在屋子里呢，你进去吧。翠喜啊，我进来了。你进来吧。厢房门打开，一身红衣，惨败的脸色，唇色就跟染了血似的，却感觉好像换了一个。梁瑜是差点没晕过去，他竟然没看出来儿媳妇的不对劲儿，吓死个人了。砰的一声，房门关起来。老头子，这咋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房间里，说说吧，你占据活人的身体，是有冤屈要申诉，还是单纯想作恶？奴家倒是不知道，这小小的村子里还藏着高人。奴家不想作恶，也无冤屈，就是看这个女人不顺眼儿，我上身玩玩。哼，有你这么玩的吗？你这一上身，人家最少病几个月。哎呀，赶紧滚！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！你怎么不客气啊？小姑娘，你年纪也不大，能有多少道行？不怕告诉你，姐姐我可是几百年的老鬼了，想要撵我走，也得姐姐我开心啊。几百年的老鬼，就这点道行，你可真给鬼丢人！哎，你想开心，我还不开心呢。道行不看年纪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温竹清挥手取出了一张符纸，无风自燃，竟然是惨白色的光芒。你竟然可以修炼出白莲火，真是小瞧你了。那好，我也不瞒着你，我生前是个戏子，这女的走路便走路罢了，还非得咒骂戏子肮脏下贱，骂的可难听了，又是一身的红衣，我不戏弄她一番，她都不知道自己错哪儿了。人家又不是骂你呢，你有点愤世嫉俗了吧？戏弄也戏弄完了，回去吧。我睁只眼闭只眼，看你身上没有人命，不跟你计较。戏子鬼不大乐意，眼珠子胡乱的转动。你这眼珠子是你的还是他的？这么转，不会伤着人家的身体吗？年纪不大，倒是胆子大。这个不重要，你怕是不知道，这具身体啊，怀孕了。不用你说，我当然知道啊。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，哪儿都能插手。温竹清第一天就看出来了，不过没说，事不关己，胡乱插手就是自己的因果，他闲得没事找事儿啊。你倒是跟那些个虚伪的门派中人不一样，他们见到鬼就得灭掉，不分好的坏的。既然如此，我就给你个面子，回去。最好不见，我怕我忍不住超度了你，送你去投胎。能投胎自然是好的，我有心愿未了，投胎失去我最重要的记忆，我宁愿不投胎。行吧，你高兴就好。一道肉眼见不到的白光闪过，胡翠喜软软的倒在了地上。
温竹清扶了一下，把他放在床上，一道驱煞符放在他的身边，他身体恢复得更快一些，走出厢房。已经没事，人家是个善鬼，让你儿媳妇注意点，祸从口出，别以为骂了人嘴上痛快不用负责，这是犯了口诀会倒霉的。驱煞符100文钱，结一下账吧。这真的好了吗？包售后的啊，放心吧。最近呢，多吃点好的，补补血气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梁云是拿了钱给他，温竹清也没有多说，拿了钱袋子就走了。新的一天，胡翠喜已经醒了过来，昨天的事儿她一点的印象都没有，被婆婆逼着来给温竹清道谢，梁三儿陪着她一块儿。不必如此，我已经收钱了，两清了。要是还有别的事儿，是另外的价钱。我就想问问，我到底沾了什么东西啊？我有点害怕，他还会来吗？温竹清让梁三儿出去。你自己做了什么，自己清楚。犯了口诀，你跟戏子有仇吗？你怎么问这个？当然没仇了，谁跟那些下贱的人一般见识？无冤无仇，怎么会厌恶人家？生而为人，谁活着都不容易。我不想知道你的事儿，只告诉你，这次的事儿跟戏子有关，以后别出言不逊。哪个行当都有厉害人物的。戏子？怎么可能啊？该说的我说，不该说的我也不会说。你可以走了。胡翠喜抿唇，拿出了10两银子。你这么厉害，我能请你做点事儿吗？不能，你这点钱太少了，不值得我伤天害理。奉劝你一句，适可而止，否则害人害己。你是嫌钱少吗？你想要多少？只要我有的，我都给你。梁叔一一直听着他们说话，看他这么死缠烂打的，生怕温竹清心软，答应他做些个伤天害理的事情。你这个人，你听不懂人话呀？都说了不想做你的生意，你还死缠烂打，自己想要使唤，别来拉着我们家下水。想找人做事儿，找你家人去，我家不稀罕你的钱。走，你赶紧走。你是来道谢的还是来添堵的？我家不欢迎你，以后别来了。你礼貌吗你？大人说话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对你不需要礼貌，我是家中长女，怎么就没有我的事儿了？胡翠喜气得跺脚，你改变主意了就来找我。梁淑仪已经把扫帚举得高高的，都想追出去揍他了，竟然还不死心呢。一转身对上温竹清似笑非笑的脸，你别被他给骗了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我也没答应啊，看你生这么大气，少生气，气大伤身，没有谁值得你和自己的身体过不去的啊。知道了，还用你说呀？不过我觉得有气就得撒出去，憋着才伤身呢。反正谁让我不高兴了，我就加倍的还回去，让他们更加的不高兴。这个好，继续保持啊。不过想做到这点儿得有能力啊，否则就是找虐送人头呢。今天要做被子，做新衣服，跟蔡大娘打打下手吧，学点女工。你呢？你不帮忙啊？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，你要想管我，就得比我更强。哼，一定会的。温竹清提了一刀肉，去了梁四九家里，说宅基地的事儿。你要买宅基地，想要多大呀？我那个宅子旁边大概有5亩地，我想都要了。这么多？我有用的。温氏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我就是我呀，能是什么人？梁礼正，你想多了，我也是普通人，不过得了高人帮助，学了些勘破天机的本事，日子还是寻常日子，该怎么过就怎么过。行吧，我也不想跟你交恶，有你在村子里，大家也安心一些，不怕那些神神叨叨的东西。宅基地1亩地1两银子，税前额外缴纳。我去县里的时候喊你去办理手续。好，这是5两银子，先定下来。我这2天就想盖新房，家里太破了，下大雨的时候没法住了。梁四九收了钱，只写了一张条子，算是定了下来。还要麻烦李正找些泥瓦匠，手艺好，干活利索的。村里谁家有劳力也来帮忙干活，按照市价发薪水。我想早点盖好了。这个没问题，刚过了夏收，现在地里没多少活，家门口能赚钱，他们求之不得呢。不给钱管饱饭都行。管饭是一定的，饭菜不会亏待大家，只要活干得好都好说。那好，我现在就帮你喊人，每家出1、2个人，大家都能赚点钱。这个人虽然品德有亏，对村里的人倒是还好，不压榨村民。辛苦李正叔了。跟他一起走出大门，眼神瞄到厢房窗户里，有人盯着自己看呢，不用想也知道是胡翠喜。你家三儿媳妇儿娘家做啥的？条件这么好，能嫁到咱们村儿，是你家3儿子的福气呢。
谁说不是呢？不过庄户人家娶媳妇儿要的是勤快能干，长得好，颜色没啥用。嘴上是这么说，梁四九还是很满意这个儿媳妇儿的，说出去有面子。以后约束您儿媳妇儿别犯口业，少出门晃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记住了。温竹清先回家，还得去镇子上买砖瓦，找木匠打造家具、窗户这些个东西。盖房子那可不是一句话的事儿。娘亲，你又要去镇子上，能带着小五吗？能啊，小满，你也跟着阿娘去吧。啊，真的吗？阿娘，我也能去啊。当然能了，小满也是阿娘的孩子，照顾弟弟很懂事，奖励你了。谢谢阿娘。阿娘，忘了你3儿子了吗？我也是儿子呀。哎呀，漂亮的娘亲，带着3儿子吧。梁淑仪跟梁淑尔都直捂脸，实在是丢人。行吧，3儿子。他都夸自己漂亮了，温竹清也拒绝不了这么热情的3儿子。李正叔要是找我，让他等我回来啊。交代了一声，带着背篓里背着的小五，一手拉着一个就上镇子上去了。温竹清他对镇子上的人也不熟，就找牛员外打听。现在他的酒楼重新开业，只是听说死了人，生意不怎么好。哎呦，温姑娘啊，见到你太好了，我正想找你呢。有事？我这酒楼生意不行了，铺子盘出去也卖不上价钱。温姑娘，你有没有高招什么的，指点1、2？简单啊，我可以帮你做法事，做得大一点，你再做点优惠活动，人气有了，生意就好了。哎呦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那辛苦温大师了，咱们定个好日子，马上做法事。友情价，算你50两银子，我保证你的生意恢复从前，甚至更好。确实不多，温大师的人情，老夫记下了。对了，大师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家里想盖房子，你有技术好的施工队伍没有？好，这个好说。咱们镇子上泥瓦活做得好的是孙家，自己家族都是做这个的。我家修缮房子都找他们。那我这就去派人请孙老大来，让他给温大师把活做好点。麻烦您了。温竹清带着孩子休息一会儿，下午温竹清给他的酒楼做一场法事。温姑娘，法事准备好了，什么时候开始啊？现在就走，早处理了早回家。牛家酒楼门外支起了供桌，摆好了3牲和香火，吸引了全镇的百姓们。温竹清的法事做得格外的热闹，符纸无风自燃，喷水成火，吓得百姓们尖叫连连。牛员外看的是满意极了，恶鬼已经被除了，他们家酒楼干干净净的，那还能愁生意不好吗？哼，雕虫小技也就能骗骗无知百姓，道家的名声都是被你这种庸道给坏掉了。你是哪家的小鲜肉？不是小道士啊？怎么能说我是假道士？有证据吗？虽然我是散修，无门无派，可我的修行是道家正统，尚可禀告3清道祖的，不比你家差。你不了解，也别血口喷人。贫道乃是重阳关亲传第9凌风，你做法事这些手段都是江湖手段，根本跟道家无关，达不到驱邪的效果，不是骗人是什么？小疯子，有事儿咱们里面坐下慢慢谈，是真是假，上手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别介呀，你们关起门来自个儿谈，那我们怎么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呀？要是被人给骗了怎么办？就在这儿谈，打一场也行嘛，看看谁的本事高啊。打就打，你敢不敢？有什么不敢打？你别哭就好，让你3招。这拂尘挺不错的，还是件法器呢。凌风心中一沉，他能看出法器来，有点真本事。不需要你让我。阿娘加油，把他打趴下，趴地上学狗叫，哇哇哇！小三儿，士可杀不可辱，你可以打败敌人，甚至杀了他，但是羞辱他就不行了。以后不许随意羞辱人，否则阿娘先让你尝尝阿娘的疼爱。阿娘，我知道了。知道也不行，还得记住了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记住了，再也不让人学狗叫了。你敢不听话，先让你学狗叫。梁书山那个气呀，这个弟弟可不能要了。这个是你的孩子？不可能，你才多大呀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孩子？而且你的面相还是处子，怎么能有孩子呢？温竹清一头的黑线，这死道士什么话都往外说呀。不会说话就闭嘴，你家祖师爷没教你尊重人吗？你的礼貌呢？老娘今儿免费教你学做人，教你知道什么是尊重。凌风觉得自己在山上修炼，那也是绝世天才，18岁的年纪就已经练气入门了，现在呢，竟然被一个女人追着打。你住手啊！
桃木剑伤不了人，但真的很疼啊。知不知错，懂不懂礼貌？百姓们彻底信了温竹清是大师，仙风道骨的小道士都打不过他呢。温竹清的大名在镇上可传开了。最后呢，林峰没求饶认错，他跑了。温竹清冷哼一声，也没追他，教训一下也就是了。辛苦温姑娘了，店里准备了茶水，姑娘休息一会儿吧。不了，我还要去买点东西，早点回家，就此别过。我看温姑娘家里孩子多，出行多有不便，这辆马车呢就赠给温姑娘了，车夫也暂时送给姑娘，姑娘觉得可用就留下，不可用就让他回来吧，这个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温姑娘请收下。温竹清也没看，放在马车里。多谢牛员外，就此别过，以后有事来找我。好，姑娘慢走。温竹清看了车夫一眼，很老实憨厚的面相，暂时可用。镇子上有玉石铺子没有？去买点好玉。有的，镇子上有珍宝阁，是镇子上最大的银楼，首饰、玉器、文玩、古董都有的卖。那好，就去看看。到了珍宝阁，温竹清进门就看到了梁勇梁镇长。温姑娘想买点什么呀？随便看看，有上好的玉石没有啊？温姑娘想要呢，当然有。去把前些日子刚送来的玉石都拿来给温姑娘挑一挑。不瞒温姑娘啊，这个是我家的产业，你随便选，算我送的。无功不受禄，梁镇长要这么说，那我抬脚就走了，受不起。也不想跟他有什么牵扯，这人面相可不好，有煞气，冤孽缠身，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梁勇脸色不大好看了，这个小贱人，给他脸他还不接着，真是欠收拾。温姑娘脾气倒是挺大的，那好，给你打8折，多谢你照顾生意了。温竹清没搭理他，只是看玉。温竹清选了几样一般的糯米种，雕刻一些个护身玉牌已经足够了，给孩子们用。随手摸过了一个最大块的玉，品质有些杂，温竹清却从中感受到了升级之气。这是玉中有玉啊，捡到宝了。这个大玉块怎么卖？不瞒温姑娘，这块玉进价都要500两银子了。原本是想留着给东家用的，暂时放在店里。给你600两，我不占你便宜。温姑娘，你们这种大师对钱财不太在意，毕竟赚钱呢，比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要容易啊。也不能这么说，钱来的容易，那么别的东西就少了，比如寿命、亲情，有得有失。我反而羡慕普通人简单的幸福了。我倒是觉得呢，人活着有钱有权才最重要，有了钱什么都能买到，就看你钱多不多了。温竹清似笑非笑，没接他的话。等你没命的时候，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呢？温竹清又逛了逛，相中了几只银簪子，还有几朵红珊瑚珠子做的珠花，就都买了下来。最后结了账，加上玉牌和大玉块，一共是花了800多两银子。逛够了回家，上了马车，温竹清就迫不及待地看见牛员外给的匣子，这是今儿个忙活一天的报酬。一整套的金首饰、金镯子、金簪子，底下是一叠子的银票，有500两，加上这个金头面，总价值得有个1000多两呢。梁书山原本想教训一下阿娘，不能这么败家，可是看到他又赚了这么多，立马就闭嘴了。后娘虽然能花，可人家更能赚呢。看来以后啊，可更得是哄好后娘了。这指头缝里面给露出来一点，就够他们一家子花用了。回家可得跟大姐二哥好好说说，改口喊一声娘，这有什么难的呀？只要后娘高兴了，给肉吃，给钱花，除了没生他们，亲娘也不过如此了。更何况他们的亲人已经不在了呀，多个娘亲疼爱，有什么不好的呀？回到村子里，夕阳西下，梁正远竟然坐在屋檐底下。哎呦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还想着给你弄点鸡蛋，你孵一下当母鸡用呢。梁正远的脸黑了一下，这是嘲讽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选老母鸡孵蛋呢。阿娘，阿爹真的能孵出小鸡儿吗？可以啊，不信啊，咱今儿就给你爹被窝里放上鸡蛋，等着小鸡出壳。嘿，好呀，让阿爹孵蛋。蔡大娘，去找陈婶子买点鸡蛋回来，要有公鸡的，不然孵不出来。孩子胡闹，你也跟着玩啊？这可不是玩，不信你们试试看，以后孵出小鸡来，咱们家可不愁没鸡蛋吃了，是不是啊？两母鸡。你别闹。温竹清乐的是前仰后合，还挺可爱的哈。家里正好没鸡蛋了，蔡大娘拿了钱去村里面买回来。温竹清画了几张横纹符，放在梁正远的被窝旁边，20多个鸡蛋放进去，真的就给他孵了。你来真的？当然啊，孩子要求必须满足啊。哎，你小心点，别压着你孩子了。梁正远深吸了一口气，别过脸不想看他。裤子脱了。你要干什么？给你疗伤呢，
看看你的腿，你以为我想干嘛？我就是想做点什么，也得你行啊。他怎么就不行了啊？伤了腿，那又不是伤到了男根，真以为自个儿是太监呢。温如清这次是要刑侦，所以需要脱掉裤子。现在梁正远的外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该进行下一段的治疗。梁正远松了一口气，还是有一些不自在。你的敌人还真够厉害的。别忙了，没用的。哼，遇到姑奶奶，算他们倒霉。起身去拉来那只母羊，母羊很是抗拒，咩咩咩的叫着，眼底满是恐惧。哎，别喊了，不杀你，当个诱饵，明儿啊奖励你吃人参。母羊只能认命，腿上被划了一条血口子，放了一碗血。温竹清同时在梁正远的脚腕上也划了出了一个口子，梁正远的小腿上肉眼可见的出现了一个个的鼓包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活动。顺着脚腕的伤口掉进了碗里，竟然是一只水蛭一样的虫子。温竹清燃起了一张火符，丢进碗里，虫子很轻松的就被灭掉了。好了吗？蛊虫出来也就没事了，你的伤口还得重新长。谢谢你。别嘴上说说，你要真心想谢谢我，给点实际行动，说漂亮话谁不会啊？我现在也没钱，也不能干活，什么都做不了。等以后我好了，一定会报答你。行，你记住了，以后别反悔。一大早的被人给吵醒，院子里面来了很多的人，今儿个要收拾宅基地，为盖房做准备。孙师傅，你先看看地方，我已经画好了图纸，你需要按照我的布置来盖，你看能不能做到？这么大的房子得盖几进呢？姑娘，这可要花老多钱了。钱的事儿您放心，我能解决，你只要把活儿做得漂亮就好。梁老头看着温竹清和孙老大说个不停，脸色阴晴不定，转身进屋去看梁正远。老大，你的伤好点没有？好一些了，有事吗？我是你亲爹，不能来看看你吗？梁正远只是淡淡的看着他，带着一丝嘲讽，真是亲爹啊，这可是他搬出来第一次来看他呢。你那个媳妇儿你也管一管，哪有媳妇儿抛头露面的，成何体统啊？我这个样子，家里都靠温氏来打理，他不出面，孩子们怎么活？村里人哪有那么多讲究啊？谁家妇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？你要是觉得不合适，那就去买3-5个丫鬟婆子来伺候我媳妇儿，她只管吩咐人做事儿。我的意思是让你弟弟出面操持，他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呀？盖房也是大事儿，打地基上梁都是男人出面，你该管就得管管。梁正远眼底的讥讽更浓了，之前给他们不少的钱都花完了，现在又来惦记自己媳妇儿的钱，真是贪婪的让人厌恶。都是一家子兄弟，你爹我也还能动弹，一定帮你盖好了，你把钱给我就不用操心了。不需要你的好意，当初已经说好了，我孝敬你们一座宅子，从此以后赡养老人跟我没关系，分家文书可还在呢，村里的李正和祖老们也都做了见证，咱们现在是2家人了。你要是健忘，我拿出来给你念念。梁阿爹，做人别这么贪婪，否则没有好下场的。你现在出门，我当你什么都没有说，愿意帮忙的来干点活，不愿意的我也不强求。你这是什么话？就算是分了家，老子也是你亲爹，来帮你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还想把老子撵出家门不成吗？你要是不走，我找我娘子问问去，看他给不给你好脸色。上次二弟妹被雷劈，伤好了吗？你一个大男人处处找媳妇儿，像什么话？丢人不？丢人总比丢命好。梁阿爹，你做的唯一的好事儿就是给我娶了一个好媳妇儿。你被人骂吃软饭，窝囊无能的时候，你别哭就好。我现在本来就是吃软饭，谁爱说谁说去呗。梁老头撺掇他不成，也不敢去跟温竹清说，就气哼哼的走了。温竹清已经和孙老大说好了房子的布局，画出了线来，准备挖地基。刚才梁老头去阿爹的房间了，想要你的钱，他来帮忙盖房子。哼，他这么敢想，咋不上天啊？你爹怎么说？我爹当然不答应了，当初爹很信任他，把自己的大半身家都给了他，盖房子买地，日子好过了，就嫌弃我们家孩子多，爹干不了活，欺负我姐，欺负小弟。我爹一气之下就分家搬出来了，那时候梁家人可高兴了，摆脱了我们一家子累赘，就差放鞭炮了。梁老太害怕村里人说闲话，这才想着给爹说上一门亲事，就把你给娶回来了。原来这就是她嫁过来的前因后果。跟我说这个干嘛？让你知道我们也不喜欢梁家人，什么亲人血脉在利益面前都不堪一击。你呀，别太偏激了，大多数父母还是疼爱孩子的，不过孩子多了，10个手指头有长有短，总有偏心的。人和人相处也看眼缘，有的就是合拍，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彼此的心情。
有的就是不对付，喝水呼吸都是错的，要不怎么说前世的冤家呢？不管是不是亲人，合得来就好好处，合不来就散了，随缘就好，别强求不属于自己的缘分。谢谢你，我记住了。去把你爹弄出来，工人有事儿找他做主，脑子有没有坏掉？你跟着打下手，后勤交给梁淑仪，你们3个配合，咱们早点住新房。你不管了吗？我还要赚钱啊！你爹的腿又严重了，需要采药，我主外，你们主内。怎么了？害怕了？你心眼不是挺多的吗？别总往我身上使，用在正事儿上吧。梁淑儿脸红，我没有。嘴硬，我又不傻。温竹清直接去了深山，温竹清很快就找到了2株百年人参，小心翼翼地挖出来，不能断了一点的参须。人参挖好了，又采了别的药材，背篓渐渐的满了。时辰不早了，温竹清收获满满。就在要下山的时候，泉水下游竟然倒下了一个人。死了吗？温竹清上前把人给掀过来，这不是那个小道士林峰吗？摸了一下脉搏，还有着微弱的呼吸。从背篓里面取出了几味药材，捣碎了混合在一起，挤进他的嘴巴里。林峰缓缓地醒过来。是你救了我吗？除了我，这里还有第2个人吗？你想怎么样啊？你这个毒非常霸道，可以说除了我，无人能解毒。我也不要求你以身相许什么的，也不提什么苛刻的条件。你这块玉佩我看上了，算是报酬吧。林峰有些犹豫，这玉佩十分的难得，是师傅送给自己的生辰礼物，仅次于身份玉牌。就在温竹清不耐烦的时候，林峰解下了玉佩递给他。多谢救命之恩，送你了，这个纸鹤也给你，以后有需要的话，输入灵气，纸鹤就会过来找我的，到时候我一定义不容辞。纸鹤不需要了，我要了你的玉佩就2清了，再见。温竹清只收下了玉佩，这里面的升级之气对小五有好处。小五神魂受过损伤，虽然救治好了，还是有一些呆滞。就在温竹清刚走没多久，一道白光落下。僧叔师祖，您怎么来了？你师父收到你的求救信号，我正好在山上，让我来看看你。怎么，没事了？哎呦，幸好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女子，她救了我，多谢曾师叔了。奇怪的女子？怎么奇怪了？你仔细说来。温竹清不知道白衣男子的事情，哼着歌就回到了村子里。到了家已经过了午时了。姑娘回来了，还没吃饭吧？我给你下碗面吃行吗？随便吃点就好。我路上吃了些果子，不是很饿。蔡大娘不用忙，这么热的天，中午休息会儿吧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不累的，你去洗洗，马上就好。梁正元已经不在屋子里面待着孵蛋，坐在院子里面乘凉。山上危险，等我好了陪着你去，没什么要紧事，暂时别进山了。多谢好意，不过不需要了。你进了山，说不定还不如我呢，大概是会拖后腿。你又不知道我的本事，我也是当过兵杀过人的，还不如你的吗？或许吧，你能振作起来也挺好的。待会儿我跟你说说新房子的布局，你盯着房子，早日完工，咱们早点住新房。放心吧，这点小事儿难不住我。姑娘，饭好啦，可以吃了啊！来啦！蔡大娘做的菜真是不错，闻着都饿了。那个谁，你帮我喂喂羊，这些都给他吃。梁正远去喂羊，也不用起身，母羊双眼冒光的自个儿就过来了。吃着吃着，梁正远觉得不对劲儿啊，这怎么还有一株人参啊？看年份最少50年，以为温竹清拿错了，收起来就不给母羊吃了。嘿！母羊顿时大叫起来，把孩子们都给惊动了。谁欺负羊了？温竹清也端着碗走出了厨房。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突然就这样了。母羊一脑袋就把他的手给拱开了，露出了他袖子底下的人参，叫得更加的大声，就好像在告状似的。嘿，你干嘛呀？藏人家的口粮，人家不把你怼翻在地上都是客气的了。这可是人参呐，你要喂羊？你这个人真的很没良心，忘了谁的血救了你的？我答应给人家补补，不得兑现啊！母羊已经把人参给吃下去了，翻着个白眼就走了。温竹清继续去吃饭。阿爹，咱们家已经富裕到拿人参喂羊的地步了，我现在相信你的腿能好起来。确实好很多，他救了我们全家，以后不许对他放肆，当成母亲一样尊敬，记住了吗？用你说嘛，我最近多听话呀，也就你还认不清现实。阿娘很厉害的，僵尸都怕她。我们想放肆也得有那个实力呀，要不然找死嘛。他很善良，不是恶毒后娘，我们也不是不知好歹，当然会尊敬他。阿娘最好了。得，孩子们早就已经接受他了，也就梁正远自己还端着最后的自尊，嘴硬不想承认而已。
温竹清吃了3大碗的饭，打了一个饱嗝，走出了厨房，冲小五招了招手：“阿娘得了个好东西，给你用啊！以前没有给你什么见面礼，这次补上了。小五将来会是最聪明、最可爱的孩子。”温竹清很是高兴，直接就给挂在了小五的脖子上，用衣服遮挡，防止被小孩子们给扯掉了。阿娘，没有你三儿子的见面礼吗？是不是三儿子不乖了？三儿子一定听话，阿娘也给个见面礼呗。小山，不许无礼！我跟阿娘说话，你不要管。阿娘，你累不累？儿子给你捶捶背呀。你不要脸，我们还嫌丢人呢。梁书山，你的骨气呢？跟咱阿娘可是一家人，谈什么骨气？就当是喂狗了呗。阿娘还真的给你准备了礼物，不会亏待了你呢。谢谢阿娘，我就知道阿娘对我最好了。梁正远看他们其乐融融，露出了笑意，这样才像是一个家呀。一家子其乐融融的时候，梁礼正的婆娘突然跑进来：“温姑娘，我家小儿子媳妇儿突然见红了，你快跟我去看看呢。”拉着温竹清的手腕就要走，却没有拉动。你倒是快着点儿啊！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呢！我的小孙子要是有个闪失，你担待得起吗？你这个人说的好像你儿媳妇是我后娘害的一样。你要这么说，我们可不敢沾上。这万一救不好，不是出力不讨好吗？我后娘也不是大夫，也不欠你家的人情。你别因为你家是理正，就颐指气使的。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你有这个本事，不该尽心尽力的吗？我也没说让你白干活，少不了你的报酬。谁稀罕你那点报酬？我后娘忙着呢，不伺候。温姑娘，不，温大师，是我嘴巴臭，不会说话，你别跟我一般见识，求求你去救救我儿媳妇儿吧，我给你跪下了。李正婶子，不必如此。我家淑姨虽然脾气不好，但说的是事实。我乐意竭尽所能为村里人帮忙，可是不代表我就应该负责所有人的生死疾病。我出手帮人也是泄露天机，对我也不好。就算是帮人看病，也需要诊金。你去镇子上请个大夫，不得几百文钱呢？钱好说，需要多少银子我都给。切，你早这么说不就没事了吗？这人呢，就是欠收拾。淑姨，跟着一起去吧。哦，我跟着。不愿意？不，我愿意的。我也想跟着。女人的病你跟着干嘛？我还是个孩子，没有男女之防。男女7岁不同席，你都8岁了。二哥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温如清和梁淑仪已经走了，让他们兄弟互掐。到了李正家，进了东厢房，胡翠喜躺在床上，一脸的痛苦。温姑娘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媳妇见了红，孩子怎么样了？莫慌，我把脉再说。认真的听了脉，温如清心中有数了，孩子不太好，有流产的征兆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别慌，我给他扎针，开点药吃几天，暂时能保住。没有人注意到胡翠喜眼底的失望，并没有保住孩子的欣喜。谢谢温姑娘了，你救了我孩子的命啊！我暂时帮他保住孩子，之后你们还要去城里医馆好好看看，毕竟我的医术是野路子，万一出事了，你们也别埋怨我，就当是我暂时救急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多谢你提醒。温如清另有深意，有些话她不能说出来。看病就只负责看病。扎了针之后，胡翠喜生疼的肚子感觉好了很多，渐渐的就睡了过去。让她睡，睡觉是最好的休息。我们出来开药方。好。走出房间，梁四九一家人都看着他。已经没事了，温姑娘给开了点药吃吃，孩子就保住了。谢天谢地，谢谢老天爷。我后娘治好的，你谢什么老天爷啊？下次有事儿，那你找老天爷好了，看人家搭不搭理你。淑仪，不许不敬。天道是虚无缥缈，但也是真实存在的。只要提起天，他都会感应到。万一他觉得是对自己不敬，那么淑仪是要倒霉的。知道了，我没有不敬，老天爷恕罪，别跟我小孩子一般见识。诊金和药钱算一下，1两银子就好。辛苦温姑娘了。不辛苦，我能做的一定会做。温竹清告辞离开，刚到家，母羊就咩咩的叫起来。嘿，这羊要生了，咱们家要添新成员了。真的吗？温竹清给母羊检查，孩子挺好啊，我给你接生，放心吧。母羊生得很顺利，2个时辰之后，家里多了2只小羊羔子，都是公羊。去拿盆子来，今儿大家都喝羊奶啊。咱们也喝。当然了，这么多奶，小羊喝不完的。
我留着它就是为了喝羊奶，给你们补补身子的。我来挤奶吧。你会吗？以前酒楼养过一只母羊，做了一道招牌菜，叫羊乳蒸蛋的，挺好吃的。后来被顾客看上，非要吃，就把母羊给杀了。母羊叫得很凶，要是遇到杀羊的人，一定怼死他们。挤奶倒不拒绝，挤了满满的一盆子，开水煮沸，点了3次水，稀释一下。孩子们一人喝1碗，有了羊奶滋养，一家子的皮肤都好了很多，房子也开始垒墙了，盖的速度很快。这么下去，不出半个月，完全可以盖好。梁淑儿找村里的木匠给梁正远做了轮椅，推着他出门监督房子的进度。众人纷纷跟他打招呼，羡慕他运气好，娶了一个能干的媳妇儿。我家青儿确实很不错，是我的福气。这个青儿是什么鬼啊？还有小青，他真的不是蛇精好吗？一家子热热闹闹的等待新房完工，梁老头一家子那嫉妒的眼睛都红了，却是不敢作妖，没有一点的办法。温竹清整理了一下这几天在山里的收获，需要去镇子上一趟，卖点山货药材，给家里面买些米粮。5个孩子都盯着他，眼里满是渴望。安娘，小五能跟着你去玩吗？可以啊。小马，你想不想去啊？想呢。安娘，忘了你3儿子了吗？今天带着你2哥，下次带你。你给小羊割草哈，家里总得留着人伺候你爹的。带着2哥呀？你不爱我了吗？不爱了。温竹清无情拒绝，梁淑儿惊喜万分，这是后娘第一次带她出门呢。马车已经准备好了，去镇上很是方便。路上还碰到了村里的牛车，胡翠喜坐在牛车上，一脸的阴郁，身边陪着梁老三，这是要去镇上看大夫。你们家还是理政的，都比不上人家，连马车都没有。我家只是理政，又不是员外老爷，家里也只是种地的，能有多少钱啊？咱们娶亲办喜事儿，给你看病已经花了不少了，爹娘也尽力了。咱们住的房子可是很宽敞很好的，咱们可不能跟人家比。温姑娘会白事儿，驱邪抓鬼，还会医术，赚钱很容易的。也不知道她从哪儿学的邪术，好好的突然会这么多的东西，你们就没有怀疑吗？这个谁能知道啊？人家命好，这个咱羡慕不来。再说了，温姑娘对人和善，出手也大方，对村里人也照顾，有这样的高人住在村子里，那也是好事啊。你倒是想得开，万一他用那些个邪术害人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温姑娘看着不是坏人。再说了，这么大本事，要是真的想害人的话，咱们也没辙，不是吗？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哎呀，别想那么多了，你还怀着孩子呢，安心养胎啊！咱们的孩子一定会是最漂亮、最聪明的大胖小子。胡翠喜忍不住翻白眼，真是个蠢货。既然他都没有怀疑什么，正好把这个孩子给生下来。温竹清到了镇子上，牛员外已经收到消息了。牛员外等着我呢，有事儿？温大帅，你来镇子上，我当然要尽地主之谊的。不必如此，我会常来镇子上，每次都劳烦你，多过意不去啊。今日我请客吃顿饭，以后呢也不会刻意招待温大师了。那好，多谢了。不必多礼，真是折煞在下了。今日啊，恰好遇到了梁镇长，让他来作陪，温大师不会介意吧？温竹清眉头一挑，这个梁镇长怕是冲着自己来的呀。不介意，倒是看看他想要干什么。出乎牛员外的意料，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房间里就多了一个道士。你是谁呀？哦，这位是陈道长，我的客人。听说温姑娘也是道门中人，你们应该有共同话题聊的吧？特意请道长来作陪。上次在王婆婆的葬礼上，是你吧？是我，老道修行不如温姑娘，还请多指教啊。让孩子们单独开一桌，你照顾好了，这里不用人伺候。好，我一定照顾好孩子们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温姑娘爽快，我很欣赏姑娘的本事。陈道长给我家祖坟点了一个好墓地，有些事儿呢需要温姑娘帮忙，正好姑娘来镇子上也是缘分，梁某也不用去村子里请人了。梁镇长没有听说过一事不烦二主吗？你既然请了陈道士，就不该来找我。做好了，功劳算谁的？做得不好，责任又是谁的？温姑娘，我知道你道法比我强，所以呢才找你。这个积穴非常难得，乃是王侯才能葬的好墓地啊。只是梁镇长的面相没有王侯之相，若是贸然迁坟，德不配位，后患无穷，反而是害了他。再说梁镇长也没有儿子，这辈子能不能有还两说呢。
迫不及待想找个王侯的墓地安葬祖先，也不怕祖先的棺材本压不住了吗？就是因为没儿子，更要选个好墓地了，庇护子孙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我相信温姑娘肯定有法子破解。你做不到，就想让我背锅？陈道士，你倒是打得好算盘呐！这份因果我不会沾染的，告辞了。温姑娘，这事儿你想做也得做，不想做也得做。我是奈何不得你，可是你那个残废丈夫，几个孩子可要小心了。你威胁我？不敢，只是呢，想跟你做个朋友。梁镇长给了你什么好处？你这么处心积虑的帮他，不怕有报应吗？哼，温姑娘，这事儿可是你做的，就算有报应，也算在你身上，跟陈某有什么关系呢？温竹清没想到他这么阴险，算计的倒是深啊。好，我帮你了，不过报酬不能少，上等和田玉要10块，银子1万两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？明日我来寻你们，越快越好。梁镇长，把报酬准备好。放心，少不了姑娘的好处。温竹清不想看他们俩小人的嘴脸，来隔壁陪着孩子们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菜。后娘，他们想要干什么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跳梁小丑而已，给咱们送银子呢。吃饱了买东西，早早回家吧。好。小满自己吃得很好，还可以照顾弟弟。小满，喝点汤，让你姐管弟弟。你还小呢，不用伺候弟弟。你怎么偏心小满啊？我就偏心了，这么懂事的孩子，谁不心疼啊？叔爷，女孩子虽然不屑小意讨好什么人，该有的温柔还是要有的。你这样子，想找到欣赏你的如意郎君可不容易啊，将来怕是婚事艰难啊。那就不嫁呗，谁稀罕处男人？有志气，将来别被打脸就好。温竹清并没有多说，他这面相可是有情节的呀。吃饱喝足，温竹清没事人一样的陪着孩子们去逛街，买了一车粮食，1000多斤呢。然后呢，又买了一些孩子们喜欢吃的零食、糖果，还买了一些风车什么的给孩子们玩。梁镇长跟陈道长从9楼的2楼看到了他们。这女的真有那么厉害？她给我家小妾接生，医术是不错，可是风水点穴跟医术又不一样的。镇长，你看错了，她的道法才是最厉害的，医术反而是辅佐。这次的吉穴非他莫属，只要他能顺利迁坟，以后梁镇长想不发达都难了。承蒙道长吉言，我敬你一杯。人比人气死人呢，他才多大年纪，道法已经入门了，我蹉跎一辈子比不上人家一个指头。喝酒吧。温竹清知道梁镇长不安好心，不过也没在意，谅他也翻不起什么风浪来，带着孩子们到了周大夫的医馆。周大夫，咱们镇子上有私塾没有？我家老二读书挺好的，应该进学了。你要让我读书？当然了，你不喜欢吗？我喜欢的，只是读书要费好多钱呢，我不想让你太辛苦。我不辛苦啊，进山挖2颗人参，足够你读书用了。随便给人看命批个8字都有银子进账的，我不缺钱。梁舒尔觉得自己的感动都喂了狗了。时代不同了，苦难付出型的母亲已经过时了，现在需要的是自信强大的女强人妈妈。镇子上唯一的一家私塾叫青山私塾，先生是位秀才，给孩子们启蒙足够了。去看看吧，秀才足够了。等过段日子，舒尔学问精深了，可以去县里进学。只要你读得好，将来科举我也供你。谢谢你啊。没事儿，一家人，我能跟你一个孩子一般见识吗？随后小满几个孩子也来启蒙，咱们家孩子不能当睁眼瞎。我就不用了，我认字儿的，书法也不错。我是女孩子，不需要读那么多书的。那是你偷懒，谁规定女孩子读书比不上男人的？我就不喜欢女孩子自惭形秽，觉得自己比不上男子。好吧，我可以读，只是人家也不说女孩子呀。你可以女扮男装啊。想必私塾没有住宿，晚上回家不耽误你求学。梁淑仪很是心动，瞬间跃跃欲试。女扮男装听着就很有趣，卖了药材给周大夫，得了5两银子，丢在荷包里，待会儿就给先生教束修用。得了周大夫的指点，拿着他写的拜帖，找到了青山书院。你们是何人？
先生好，我们是来求学的。先生姓于，字号青柳先生。进来说吧。带着他们到了堂屋。你们都要来读书吗？你的年纪大了一些，启蒙没有？先生误会了，不是我，是他们，我是送他们来了。不瞒先生讲，我都嫁人了，这些是我的继子，我是个后娘。这后娘难当啊，做得好与不好的都被人说闲话，所以我想着送他们来读书，总不会说我苛待孩子了吧？跟着先生多读书，懂事儿了，将来不说感恩孝顺我，不当白眼狼就好。梁淑儿脸色涨红，总感觉后娘是说他呢。梁淑仪撇了撇嘴，说这些干什么呀？你能送孩子来读书，都比很多亲生的要强呢。后娘也是母亲，不管是朝廷礼法还是世俗道德，都应该孝顺你的。我会好好教导他们感恩孝顺，你放心吧。束修的话，你这4个孩子不，5个孩子都来读书的，束修不会少了先生的，先生放心。那好，1年是5两银子，1日上3个时辰的课，早起1个时辰，下午2个时辰。要是路远，午饭自己准备，也可以交了伙食费，跟我一起搭伙吃饭。这个挺好的，时间也很宽松。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吗？明天我就送他们来。笔墨纸砚这是必须的，书籍、启蒙的书本都需要准备。我这没有那么多规矩，学子服就穿自己的吧。行吧，我现在就去准备，告辞了。去书肆买书，忍不住感慨：唉，小镇子上有这般风光霁月的先生，你们运气还挺好的，好好跟着先生学啊。知道了，后娘。小满也要跟着来学吗？当然了，既然你们认了小满做妹妹，就得当亲妹妹看，不许欺负她。你知道小满不是我们妹妹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我看面相看出来的。我知道的还有很多，说出来你该睡不着了。我的本事超出你们的想象，不是寻常的道士，已经是帝师了。跟你们讲，你们也不懂的。帝师，我知道的，寻龙点穴，布阵卜卦，真正的高人。你从何学来的帝师啊？这个涉及到我们这一门的秘密了。我命格独特，骨骼清奇，1000年难得一见的奇才。祖师爷爱惜我，托梦传给我的无上功法，非要我吃这口饭，想拒绝都不行的。听着他自夸自恋的话，俩孩子表示不信。到了书肆，又是一番的采购，笔墨纸砚很贵的，5个孩子就是5两银子了。启蒙的书本100文到1两银子不等，书就不用买了，我可以抄下来给弟弟妹妹用，省点钱嘛。不错啊，知道省钱了。也行，就当是练练笔了。梁淑儿这么大了，别说启蒙的书，就是4书5经都读完了，也能做一些文章。饿不饿？吃碗面再回去吧。哈，饿了呢。温竹清在面摊上坐下，要了几碗素面。隔壁的桌子上呢，也坐下了一个白衣男子。最让温竹清惊愕的是，他竟然看不透这男子的长相，只觉得是一个俊朗男子，但是具体的五官呢，却描绘不出来，说明这男子的功力高出他许多。梁淑儿面色复杂，阿爹的腿什么时候才能好啊？这后娘看着人家陌生男子都看吃了，会不会丢下阿爹就不要了呀？阿娘，那位叔叔看你呢，他好好看，比爹还好看。你能看清他的脸？能啊。叔叔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梁淑武，阿娘喊我小武。小武，挺好的，姑娘无需这般警惕，在下没有恶意。没有恶意，总是有所图吧。你这等人物，不像是能出现在这种小地方的人。人杰地灵，这个地方挺好的，能出现姑娘你这个艺术，我来看看也不奇怪。温竹清更加的警惕了，这个人竟然看出了自己不是这里的人，好生厉害啊！人也见过了，这顿饭你请了吧，以后有缘再见。男子大袖飘飘，面没吃几口就走了。哈，人不可貌相啊，吃霸王餐都理直气壮，找咱们买单呢。叔爷，记住了，长得越好看的男人越会骗人啊。他好看吗？我没注意，长得都不好看，怎么骗人啊？温竹清被他给打败了。算了，一碗面的事儿。给店家付了钱，打道回府。只是到了镇子外面，陈老头的牛车上，梁三儿正在跟胡翠喜打架呢。温竹清的马车也等在一旁。啊，怎么打起来了？胡翠喜也看到他们了，停下手不打了，只是眼神阴沉，恨不得撕了温竹清一样。你什么意思？对我有意见你直说，别瞪眼，我最看不惯别人瞪我了。温大师，你不知道她怀孕2个多月了吗？知道啊。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？害我在医馆里出了好大的丑。你们也没问啊，只让我保胎，可没有让我说孩子多大了。
温竹清的话让梁老三是无言以对，确实是没有问他呀。回家了。温竹清不管他们怎么闹腾，抱着小五就上了马车。什么情况？这孩子怀几个月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。他们什么时候成亲的？1个多月吧，跟后娘你一块嫁过来的。啊，那岂不是说这孩子不是梁老三的？自己知道就好了，别说出去。胡翠喜这事儿做的不道德，但是这是人家的家务事，谁还没点秘密呢？胡翠喜不是好人，怎么也不能拿他的秘密当消遣，所以事情不能从我这儿泄露出去，否则就是我的因果，出事儿了会报应在我身上。别的不说，万一梁家非要他拿掉孩子，这个孩子活不成，是不是有温竹清的原因呢？行吧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不过这事儿还是瞒不住，没个半天的功夫，全村的人都知道了。梁正远跟温竹清算了算账目，这几天的花销得让他知道。我找的木匠来了没有？家具窗户得早点做。来了的，拔布床来不及做，按照你的图纸做了简单的床。等我好起来，我让人给你做最好的拔布床。不用，我想睡的时候自己会做，不用你给我。男人，别忘了，你现在还是靠我养着呢，别给我说好听话，我不需要你来哄。你这么直白的说出来，让我很没面子呀。温姑娘，不好了，梁理正要把胡翠喜沉塘呢。啊，不至于吧？去看看。小五、小满，你俩跟爹爹在家哈，不准出来。这种事儿被孩子看到了不好。梁书山胆大，梁舒尔跟舒怡都已经是大孩子了，跟着去看看倒是没什么事儿。梁正远被丢下来看孩子，无奈的摇头，有些宠溺的笑了笑，到底还是个小姑娘。胡翠喜被装在了竹笼里，村里的人正在往里面塞石头呢。住手！温竹清及时赶到，这是梁家的家务事，这个女人不守妇道，欺瞒我梁家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文氏，我知道你有些本事，可是这件事你管不了。梁理正，我明白你的心思，胡氏做的不对，可是也罪不至死。我也知道，你就算沉塘，官府也不能追究于你。可是到底是人命，还是一尸两命？胡翠喜就这么死了，怨气不散，又是沉塘，水里阴气最重，很可能形成厉鬼，会祸害整个村子的。我当然知道了，所以他死了之后，我会用槐木做棺材，用镇魂钉把他给钉死了。想当鬼都难，怎么会祸害村子呢？温竹清大惊失色，他竟然懂这个。你这是伤天害理，会遭报应的。我遇到了就不能不管，请你们住手。你家可以休了他，但是不能害了他。休了他倒是便宜他了，这不可能，我梁家的耻辱谁来洗刷？胡翠喜一脸的绝望，他没想到梁家会这么狠。你救救我，我错了，我可以打掉这个孩子，我跟你好好过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放过我这一次好不好？爹，能别杀了他吗？要不是你娶了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，老子至于丢这么大的脸吗？你乐意戴绿帽子，可曾想过我梁家的脸面往哪儿放？以后出门谁会把咱们放在眼里？可是爹，这毕竟是2条人命啊，咱不杀他，放了他走不行吗？不行，他这是戏耍我们梁家人，把我们当傻子欺骗。你能咽下这个窝囊气，村里的人能吗？梁理正的话惹来大多数村民的赞同，胡翠喜做的确实过分了。我为何要带着丰厚的嫁妆？不就是要弥补你们吗？得了便宜的时候，怎么就没说我不好啊？你的嫁妆，我家有花1文钱的吗？还不是你自己的，小蹄子！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，能让你逮着我的错处？哼！你别忘了，为了保住你肚子里的孽种，我家也花了不少钱呢。说起这事儿，梁理正就对温竹清不满，他肯定知道这孩子月份不对，却避而不谈，是何居心呢？我只看病救人，这是你家请我的，收我应该收的钱。至于他的孩子是谁的，不在我的考虑范围。我只知道这是一条命，你这么做是草菅人命。胡翠喜是不对，但是不是没有办法可以解决。你无非是觉得你的面子下不来，才会对他那么狠。我的意思，找他的娘家人来，还有孩子的生父，赔偿你梁家的损失，你也不至于沾上人命。梁理正，我可提醒你，含冤而死，又是一尸两命，这种厉鬼的怨气，你一家一族都平息不了。别为了一己之私，祸害了整个村子。梁理正的眼睛里闪过了惊惧，村子里的其他人也动摇了。啊，真的会变成厉鬼呀？换成你们死得这么惨，你们能甘心吗？一时的镇压或许管用，可是你们子子孙孙都要在这里生活，留下这么大的隐患，你们能安心吗？众人摇头，要不就算了吧，
把他给休了送回娘家，让他娘家人给咱们一个交代，这总比死了人要强吧？对，我去他家里要个说法，这事儿不能这么算了的。给你半天时间，让胡家来咱们家道歉，赔偿50两银子，否则这事儿不算完。梁礼正终于松口，众人也是如释重负。胡翠喜终于是保住了一条命，突然就哭起来。温竹清摇头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？温竹清阻止了一桩人间惨剧，寿命线好像是长长了一点，心中高兴。果然这做好事儿，积攒功德就可以续命。回到家，怎么样了？梁淑仪眉飞色舞，把后娘力挽狂澜阻止了李正草菅人命的故事给说了一遍。后娘真的是太勇敢了。这算什么呀？基本操作，你后娘大显神威的时候你都没见过，不用这么崇拜我，以后崇拜的时候更多。您就不能谦虚点啊？不能的，谦虚是美德，可惜在我看来那是怂了。有事就得刚，谦虚啊会消磨人的勇气。因为胡翠喜的事儿，今天休息一天，温竹清就做了一点好吃的犒劳犒劳自己。你能开饭了吗？再等等，还有炒菜呢，腊肠饭焖一会儿味道更好。好吧，太香了，这同样是做饭，后娘做的就是香。阿婆做的不好吃吗？好吃啊，不过阿娘做的花样更多。阿婆辛苦，阿娘辛苦。下午长大了，买丫鬟奴才伺候你们，孝顺你们。哎呦，乖儿子，跟谁学的呀？小嘴真甜。跟三哥学的，三哥说阿娘就爱听人拍马屁，还喜欢听人夸你，只要夸阿娘漂亮，总有糖吃，有肉吃。你怎么把咱们的悄悄话都说出来了呀？我以后不跟你说了。哼！孩子们童言童语的，小院热闹极了。一顿饭吃的大家鼓着肚子走下了饭桌，收拾完了家务，带着孩子们去散散步。突然看到村口又是一阵的喧闹。不好了，梁老三去胡家要说法，被他们家打了一顿，说是他污蔑人，想坑他们家银子呢。李正召集人手去胡家算账呢。温竹清就无语，这胡家人怎么就这么不讲理啊？温姑娘要阻止吗？不啊，为什么阻止？胡家欺人太甚，这事儿我也得去，找2个婶子带着胡翠喜给他送回去。这个祸害可不能砸咱们手里了。这样啊，我去安排。此一时彼一时，胡家不讲理，温竹清作为村子里的一员，可要帮着村子里去出了这口气。温竹清跟梁淑尔、梁淑山兄弟俩一块儿去了李正家。梁淑仪是个姑娘家，不方便掺和这样的事儿。梁礼正看到他过来，以为他是来阻止的，眼神不善。李正，算我一个，胡家欺人太甚了，咱们村啊不吃这个哑巴亏。胡家既然敢耍赖，肯定放着咱们报复呢。我帮大家一起打架。胡翠喜也被陈婶子和2个婶子一块儿扶过来，出发。终于到了胡家，胡家果然是严阵以待，不仅胡翠喜的父母兄弟们都在，还有叔伯堂兄弟们，周围的邻居们也有着几10口子人。亲家，这是做什么呀？这么多亲戚来家里，也不提前打个招呼，为好准备饭菜招待亲戚啊！少揣着明白装糊涂！你女儿做的什么好事儿，还要我说出来吗？亲家这么说，我就不明白了。孩子都成亲1个多月了，你才说孩子不好，那新婚之夜干嘛去了？现在说我女儿不干净了，我还说是你家栽赃我闺女呢。这事儿我可不认。梁礼正又想揍死自己家的3儿子，新婚夜有没有落红，你还能不知道啊？梁老三委屈，当时他喝多了，夜里头胡乱弄了一次，他也是头一回嘛。这第2天帕子上有落红的，他怎么知道会是胡翠喜骗他的呀？说1000道1万，你闺女怀着2个多月的身孕，这是事实吧？当时咱们2家已经议亲了，孩子们也见过面，相处得有半年了吧？谁知道是不是你儿子情不自禁，婚前吃了禁果，现在想讹我们家？我胡家也不是吃素的，可不好欺负。我没有，我每次跟他见面都有你家人在场，送点礼物就走了，手都没拉。你胡说，每次你俩单独相处半个时辰，我这当岳母的也宽容，都让你们说话，真得想成事儿。一盏茶的时候足够了，谁知道你们有没有欺负我闺女？我没有。没有什么，进了你家门就是你家人了，休想把脏水泼在我家啊！你说我有没有在婚前欺负你？有，我想着迟早是夫妻，就由着你，我怎么知道会怀孕啊？好你个胡氏，亏我这么护着你，你对我有一点喜欢也不会这么坑我吧？他娘的就是大冤种！你才知道啊！梁礼正白了他一眼，你是来拆台的吗？这事儿要想搞清楚也简单，
孩子不会凭空有了的。胡翠喜，你不肯交代这个奸夫，宁可自己背万人唾骂，都不肯让他承担责任。这个奸夫是不是有妇之夫啊？身份肯定不一般，说出来之后比你现在的处境更惨，我猜的对不对？文氏，我不就是以前跟你斗了几句嘴，你至于这么害我吗？看我落得这么惨，你就高兴了是吗？胡翠喜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可得解释清楚了。我不是害你，而是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，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。你既然做了道德有损的事情，就得承担后果。你胡家要脸，不想要一个不检点的女儿，我林峰村就该背这个黑锅吗？你说我害你，别忘了谁把你从猪笼里救出来的。你这样自私自利，不知悔改，落到这个地步，都是你自己作死。胡翠喜无言以对，只是怨毒地盯着他。胡翠喜也是小家碧玉，他能看上的肯定不是一般人。此事要想搞清楚，就报官吧。只要能找出和他相处过的男子，我就有法子断定孩子的生父是谁了。肌肤之亲是男女之间最亲密的关系，彼此的面相都会表现出来。胡翠喜害怕了，宁可陈塘死了，也不想连累那个人。哎，都干嘛呢？聚众械斗是吧？是不是想坐牢啊？王爷，这是私人恩怨，我们不打架，我们讲道理。讲道理是这么讲的吗？当老子好糊弄，都滚回去，别让老子看到你们闹事儿啊！哎，这位差爷，我们报官，此事关系到了村子的名声，必须弄清楚了，否则会出人命的。我想县太爷也不愿意自己治下死了人吧。官差眯起了眼睛，温竹清不卑不亢。我和你们严捕头有过一面之缘，今日之事就是你们不来，我也要请县太爷主持公道的。你认识严捕头啊？之前酒楼的一桩命案，有幸见过严捕头的风采。哎，我们也不管断案的事儿，告状得去县里。你们确定要告吗？要告，必须告！我梁思九一生磊落，从未受过这等奇耻大辱。胡家把一个不干净的女人塞到我家，这事儿要是不查清楚了，我梁思九的脊梁骨都直不起来。好，我们就去县城找县太爷告状。梁四儿，你去牛家的酒楼借一辆马车来，就说我要用。好，拜托你了，风姑娘。我也是为了整个村子。以后我家孩子走出村子，也不希望被人指指点点。他管这件事儿，也是因为跟胡翠喜几次交锋已经沾染了因果，必须得处理干净，否则有报应下来，他也逃不开了。告状好啊，我最不怕告状了。我家妹夫就是县衙里的主簿大人，县太爷都给面子。到了县里，你们别后悔就行。照你这么说，咱们的县太爷父母官是个偏袒下属的昏官了。我没有，别胡说，污蔑县太爷，小心抓你去打板子。哎呀，我好怕呀！我温竹清骨头硬，还真的想见见县太爷到底讲不讲理。别说你妹夫是主簿，就是你亲爹是县太爷，我们也告定了。县衙断不清楚，还有府衙，府衙不行，还有刑部，刑部上面还有皇上呢。我不信这么大的朝廷还没有说理的地方了。温竹清这么的油盐不进，让胡家都非常的忌惮。马车已经借来了，牛员外跟着跑来。温大师，出什么事了？有需要牛某效力的地方，你尽管开口啊。多谢牛员外，暂时不需要，有马车足够了。梁勇梁镇长也过来了。什么事儿闹得这么凶？至于吗？你们打打杀杀的，眼里还有我这个镇长吗？哎呦，梁镇长，您来的太是时候了。这些刁民闯到咱们镇子上，喊打喊杀的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你要替胡家撑腰吗？不是撑腰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呀？非要闹到县里，对我也有影响。县太爷会责怪我治下不严的。那好，你让胡家道歉，承认他们的错误，交出奸夫来，我们就打道回府。这个要求很合理，不过分吧？梁镇长瞪了胡宝军一眼，胡宝军讨好了一下，暗暗地做了一个手势，这是给自个儿好处，让摆平这事儿呢。温竹清一直淡笑，对他们的小动作视而不见。胡宝军，你怎么回事？你老实交代，你女儿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他从温竹清一行人进了镇子，就在这儿盯着这件事情，也知道症结所在。哎呦，这真的是梁家的，他们想讹人。你要是嘴硬，咱们就县衙里见。梁理正，咱们现在就走，天黑之前还能赶到县衙。梁老三，你和陈大叔一起看管好了胡翠喜，
其他人都回去吧，跟我家交代一声，我们明天回家。要不我陪着你吧？不用，人多了吃住都是麻烦。你把我俩儿子带回去吧。我陪着你。我也陪着阿娘。阿娘不要送我回去，我也想跟着你呀。你家三儿子还想看看阿娘你的厉害呢。行吧，你俩跟着，不许淘气。要是走丢了，我可不管啊。不会的，我们都这么大孩子了，怎么会走丢呢？看看你做的好事。哼，到了县里，他们也占不到便宜。我妹夫会帮我家的，随便你们。但是我提醒你，那个温姑娘是真正的高人，你们要是真的做错了，早点收手，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们。一个女娃子是什么高人？你忘了上次酒楼命案，给蔡家姑娘做白事的就是他。胡宝军想起来了，怪不得看他面熟呢，心里头有些没底。可是他也不知道女儿的奸夫是谁呀。他会点白事又怎么样？也不能欺负人啊。梁勇看他一条道走到黑，也不想管了，不过也找了马车，跟着去了县衙。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往县城里去了。温竹清跟胡翠喜几个人一辆马车。你们要怎么样才肯放过我？就这么盼着我死吗？胡翠喜啊，到了现在你还不明白你错在哪儿了吗？我也不想跟你讲什么大道理，只是送你一句话，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，没有谁会为你的错误负责。你亲爹娘都不敢让你进门，怕你坏了家里名声，会和梁家就该宽容你。你也不过和梁家人相处几个月而已，你要怪就该怪你的父母狠心，怪你遇人不淑。胡翠喜一脸的惨白，说不出的后悔还是凄凉。梁老三心中不忍。小姐，你跟我说那个男人是谁啊？我帮你讨个公道。事情闹到现在了，如果那个男人不负责，你该怎么办呀？你还管他怎么办？他有一点在乎过你的死活吗？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早该死了干净，谁都省心。胡翠喜心中更是绝望，低下头不再吭声了。温竹清深深的叹息一声，看来他还是坚持自己的选择了。到了县城，这个案子本官已经知晓了，此事的关键点就在这个孩子身上。梁三儿，你确定婚前不曾欺负胡氏吗？草民敢对天发誓，绝不曾欺负胡氏。草民有那个心也没那个胆子呀，谁敢在岳母家里欺负人家女儿啊？县太爷点点头，问胡宝军两口子：你们不知道女儿婚前失去贞洁吗？胡宝军看了一眼旁听的主簿大人，自己的妹夫陆九，等着他给一点暗示。启禀大人，胡家和主簿大人是亲戚，是否应该回避？胡家可是口口声声威胁我们，说他妹夫在，我们打官司都不会赢，很是有恃无恐。你是何人？民女温竹清，是临丰村人，会一些道术，村里人都信任民女，来陪李正一起过堂。好，你是道士？散修，算是帝师吧。大人出身富贵，家世显赫，来此做个小小的县令，是逃避家族纷争吧。只是有些事儿不是逃避能解决的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你享受了家族的显赫身份，就该承担责任。成大事者从来都不是心慈手软之辈。许世元的眼底多了一丝沉思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胡家确实是下官七舅家，不过下官从不曾徇私枉法，大人明察。既然如此，你回避，让原文书来记录案情。陆九心中不甘，却不敢违背，只能退下。另外一个中年男子接替了他的位置。徐宝军，回答本官的话。启禀大人，草民不知，小女在闺阁之中，从来都是规规矩矩、听话懂事的，不曾和外男有接触。街坊四邻都可以作证的。你是镇长，你来说，胡家的名声如何？胡家开一家榨油坊，为人虽然有点小毛病，却不是奸恶之辈，门风也清正，没有听说他女儿有不检点的传闻。温竹清蹙眉，那这孩子从哪来的呢？许世元也很是纳闷。确定这孩子是2个多月婚前怀上的？大人若不信，可以请信任的大夫来把脉，1个月和2个月的脉象截然不同，尤其是喜脉，只要不是2把刀的大夫都能看出来。许世元也是谨慎之人，传了大夫过来把脉。回禀大人，确实是2月有余，不足3月。胡翠喜，你老实交代，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？如果你有冤屈，本官会为你做主的。你隐瞒不报，戏耍本官，本官可不会轻饶了你。温竹清暗暗点头，这位县令也是个好官，没有想好的，万一是被人给欺负了，也会帮胡翠喜做主。我也不知道，大人觉得我该怎么处罚，随便大人处置。民女没有怨言。
县令那脸色当时就不好了，这女的真的是辜负了自己的一番好意呀。温竹清也蹙眉，胡翠喜就这么维护那男的呀？如果他今天把事儿给说出来，那个男的必须得对他负责。要是真的喜欢他，也能得偿所愿的。可是他自己宁可接受一切的惩罚，都不肯露出半点的口风，就非常的让人费解。哎呦，你个死妮子，你想气死你爹呀？到底有没有这个男人？没有，我不知道。你们家2-3个月前有谁来过？或者说家里有什么异常的事？总不能是采花贼吧？2个多月前是我的生辰，家里来了不少亲戚，也有镇子上的邻居朋友来祝贺，摆了10几桌呢。难道是那天？可是那么多人，胡宝军也不知道是谁啊。按照律法，女子婚前不结是要判处监禁3年，你的孩子怕是会生在监牢里了。是这孩子命不好，不该托生到我的肚子里，我认命了。大人，求大人判处梁家休妻。是啊，休妻，必须休了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。我梁家一向本本分分，不曾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不能留这样的儿媳妇儿。你们也受委屈了，本官准许你家休妻。谢大人。大人，我家的嫁妆呢？他们也应该还回来。我家陪嫁丰厚，银首饰都置办一整套呢，求大人做主。返还嫁妆也可以，只是梁家也花费很多，办酒席、盖新房、置办家具，给足了体面。你说该怎么赔？我家掏空家底儿，就为了风风光光的娶她进门。后来她孩子不太好，还请医拿药，花了不少钱呢。这个钱你也得赔给我们。哎呀，算了，不要了，拿回来看着也膈应。胡氏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民女认罪。温竹清的心里也不好受啊，这是何苦呢？胡翠喜，都是女人，我劝你一句，你的付出只是自我感动，而那个犯下错误的男人不会感动，只会觉得庆幸。整件事损失最大的只有你。你少装好人了，要不是你，我能落到这个地步吗？我最恨的就是你，你不过是梁家买来当丫鬟伺候全家的，你凭什么高高在上掌控所有人的命运？老天不开眼，让你这种人修行，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这不是我后娘的错，你真是不可理喻，自己犯的错为什么怪在别人的身上？我后娘让你偷人了，让你怀孩子了，就算是没有我后娘，你的事儿迟早也会败露，只是包不住火的。我问心无愧，案子已经断了，咱们走吧。天色彻底的黑下来，温竹清和梁家人都住在了客栈里。温竹清一直睡不着，还在想着胡翠喜的话，手心有一些发烫。温竹清一看自己的寿命线，怎么短了呢？道德续命也不完全靠谱，竟然还能收回去。看来这事儿他做的还不够圆满。可是他该怎么做呢？温竹清辗转之际，外面一阵的喧闹声。温竹清站在窗户上往外看，看到县衙里一道冲天的血气，吓得脸都白了，好大的怨气啊！看了看孩子们，布置了一个阵法保护，自己出门去看看情况。1刻钟也就到了。盐捕头好。是温姑娘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不说这个，是不是死人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看到了怨气和血气，是不是胡翠喜？你能这么快赶来，是有点本事的。胡翠喜自杀了。唉，何苦如此啊？这还不是最严重的，你进去看一看吧。温竹清去了关押胡翠喜的厢房，昏暗的烛光下，那满墙都是血呀。胡翠喜躺在屋子的中间，她这是生生的放干了自己的血，然后才死的，难怪怨气冲天呢。大人，此女太偏执了，自己死不足惜，只可怜了未出世的孩子。这种死法最容易化成厉鬼，必须得做法事超度。我的能力怕是不够，需要请高人来帮忙。我派人去请法华寺的和尚来超度，附近就是他们庙里的香火最旺盛了。今晚上我先超度于他，和尚要是不来，明日一早县令大人准备厚礼，再去请人。辛苦温姑娘了，需要什么东西，本官派人去准备。做法事的桃木剑、糯米、香烛、黄标纸等等寻常东西，你都准备了吧？大公鸡准备1只，我需要用公鸡血来画符。好，严捕头，快让人准备着。是，大人。需要通知死者的父母吗？要的，还有他那个姑父，既然是住在县里，他们家人都应该来准备丧事。温竹清有一种直觉，这个孩子跟这个姑父家有一些关系。现在他死了，并非能够隐瞒住孩子的生父，反而更加需要弄清楚此事，要孩子的生父出现，化解他们母子的戾气，方才能够转世投胎。
胡宝军和梁勇又被喊了过来，得知胡翠喜的死讯，两人都非常的震惊。都是你管的闲事儿，我的女儿啊，你死得好惨呐！闭嘴！我多管闲事是不假，你怎么不说说我救了他2次？是我让他婚前失职怀了孩子的吗？你要恨就恨那个提了裤子不认账的男人，恨我做什么？我好欺负吗？再来胡搅蛮缠，我让你永远闭嘴！胡宝军吓得都不敢吭声了，眼神闪烁，只有心虚和畏惧。他的眼睛！一阵笑声让人毛骨悚然。大人随身带好，可以保护你一次。才保一次啊？温竹清白了他一眼，不知道本姑娘修为没提上来，能保一次就已经不错了。好，多谢温大师。能给我一张护身符吗？温竹清的眼底闪过了一抹杀意，最终呢，还是给了他一张。我呢？你不骂我了吗？你自己亲生女儿还会害怕吗？他不是变成鬼了吗？不是说鬼都没人性，见人就杀的吗？你说的是神志混乱的鬼，一般都会找亲近的人下手，越亲近越想拉着你下去陪着。那你更应该给我一张了，我不是很危险吗？我欠你的吗？我这个人心眼小，很记仇的，又不是菩萨，你骂我，我还上赶着超度你啊！一边待着去，别妨碍我办正事儿，自己造的孽自己受着。温竹清缓步走到了门口，只看到躺在地上的胡翠喜，那脑袋都已经扭成了不可思议的程度，一双眼睛布满了血色，嘴巴扯得很大。这是要尸变啊，挺有出息的，可惜太丑了。胡翠喜脸色大变，咔吧咔吧的抬着手要摸一下自己的脸。我给你找一块镜子来，你照一照，丑得天怒人怨的。你那个情郎要是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估计都没兴致，硬不起来呢。一阵凄厉的惨叫，众人听得脑子一沉。就是现在！温竹清突然就掏出了一张符纸，啪的一下拍在了门口，无风自燃，一个人形的影子剧烈的挣扎，惨叫声更大了。温竹清看着符纸烧没了，跟着进门，迅速拍了一张符纸在尸体的额头上，防止胡翠喜的魂魄跑回去。胡翠喜这才知道温竹清的险恶，气得冲他扑上去，等着他的又是一张符纸。惨叫声再次响起来。哼，来啊，今儿姑奶奶让你魂飞魄散！胡翠喜气得满屋子乱转，阴风阵阵。活着的时候奈何不了温竹清，现在死了化作厉鬼，竟然还是奈何不得他，都把他给气死了。胡氏，你真的太狠心了，最毒妇人心呀！你死了就死了，就一点不在意肚子里的孩子吗？我要杀了你们所有人！是你们害死了我的孩子，一个坐牢的母亲，活着也是受罪，不如跟着我一起死，我们母子便永远都在一起了。胡翠喜，别说的自己那么伟大，之前我帮你看病，你可没有多心疼孩子呢。你是想让孩子意外流产，这样就没人发现孩子的秘密了。我帮你保住孩子，你才会恨我，而不是感激我。其实你也后悔，也想跟着梁老三好好过日子的，曾经都动摇过了，对不对？你住口！都是你害的我！一道血色光芒扑上来，这次等着他的不是符纸，而是温竹清的灵气。砰的一声巨响，胡翠喜也倒下了，两败俱伤。温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公鸡血，符纸来了。关门！割破了公鸡脖子，让严云海帮忙放了血，站着在门上飞快的画符。刚画好，就看到门窗被撞得砰砰直响。终于画完了，温竹清脚下一软。温姑娘，你还好吧？还好。大人，拿你的官印来盖上去，效果更好。官府中人对于邪祟有着天然的克制，这是百姓给予的信仰之力和官府的正气。许县令派人去取，盖上朱砂，温竹清这才松了一口气。累死老娘了！快扶着温大师休息休息，现在需要我们做些什么？饭菜，我饿了，吃饱了再逗他。这些符纸能坚持1个时辰。1个时辰？还以为他给处理好了呢。这么大怨气的厉鬼，你们换个人试试。今晚上咱们都得交代在这儿。那可怎么办啊？坚持到天亮再想办法吧。又不是鬼修，大白天的还能出来吗？下人已经送来了饭菜，只是不怎么好，都是些米粥跟馒头包子。县令大人啊，您这也太清廉了点儿，就吃这个呀？上了年纪不爱吃油腻的，我马上去让人杀鸡炖汤啊。
2只，1只红烧，1只炖汤，加点人参片，回头我送你一颗人参。现在我需要补充气血，否则我会成为第一个斩妖除魔路上被饿死的昆豆。许县令吩咐下人照做，自己也打了一个哈欠。大半夜的，惊吓一场，大家都累得够呛，坐在椅子上忍不住打盹。温竹清盘膝坐下，快速吸收空气之中的灵气，房间里陡然安静下来，除了偶尔的大呼磨牙声，外面的声音都隔绝了似的。温竹清突然就睁开眼，别睡了，麻烦来了。怎么了，温姑娘？怎么被困住了？我低估了1尸2命，厉鬼的厉害。这不是没出来吗？你现在走出县衙大门试试看。严云海不明所以，大门不是就在眼前吗？迈步走出了大门。你怎么原地打转呢？只见严云海好像瞎了似的，一直在院子里面打转。明明大门口就在眼前，可就是走不过去。这是鬼打墙。温竹清面色忧虑地看了一眼厢房，胡翠喜的厉害超出了他的意料了。这怎么办啊？温竹清去了县衙正堂，目光落在正大光明的牌匾上，脸色却更加的沉重了。牌匾上不知道何时被人给泼满了黑狗血，怪不得被布置了鬼打墙呢。这是谁干的？严云海已经从鬼打墙里面走出来了，消耗了一张驱邪符。胡翠喜还有帮手，或许是孩子的爹了。这个人还对县衙极为熟悉，能够躲过这么多人，悄悄地毁了县衙的牌匾。那我现在去把牌匾洗干净还行吗？来不及了，短时间内县衙的正气回不来。这次之后，大人你都升堂断案，秉公断案，让百姓心生崇拜，真心感激你，才能养回来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还是要除掉胡翠喜的。突然目光落在了西北角，既然来了，何不现身看热闹？很有意思吗？很有意思，我等着你出来，你才有资格见我。哎，我去，见过嚣张狂傲的，这么自恋的倒是头一回见哈。不过呢，不是胡翠喜的帮手就好。温竹清都懒得搭理来人，掐着手指开始计算方位。只要县衙的大门打开了，气流重新流动，就可以冲散了县衙的阴气。胡翠喜急了，掀起了阴风阵阵。温竹清不为所动，继续自己的路。许县令和严云海看着温竹清时而前进，时而后退，像是循着某种规律在行走似的，离着大门越来越近。胡翠喜也更加的焦急。温氏，你非得害死我才甘心吗？我孩儿都已经这么惨了，你的慈悲心呢？你放过我吧，我马上就离开这儿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迟了，你已经是厉鬼，放开你让你祸害世人，最后的罪孽还是我来承担。你的孩子惨也是你造成的，不是我。慈悲那是佛祖的事儿，我只知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胡翠喜，今日你非死不可。温氏，都是你逼我的，我死了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温竹清仅差一步就要到了大门口，厢房的门却突然被打开了。胡翠喜的魂魄惊喜地冲了出来，冲着他的后背就撞了上去。温姑娘，小心呐！就在胡翠喜要撞到他背上的时候，大门突然被撞开，一阵气流冲进来，胡翠喜的魂魄惨叫一声，直接倒在了地上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的娘子深夜不归，我不放心来看看，不行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当然是阿青的夫君了。我是你真丑。你才丑，你全家都丑，你个死残废，死太监，你男人都不是，好意思说我丑？你闭嘴！胡翠喜啊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乖乖去转世投胎，我拼着最后的灵力送你一程。你要是冥顽不灵，只能魂飞魄散了。胡翠喜一双血眸一阵的转动，最终却没有点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主簿陆九带着家人赶了过来。胡氏，你孩子的爹怕不是这位主簿大人吧？所以你才不敢告诉任何人，否则就是毁了两家人，对不对？我没有，你别瞎说，会死人的。陆某饱读圣贤书，岂会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儿啊？胡翠喜沉默不语。不是他，那是谁啊？你个扫把星啊，死了都不安生，非要毁了两家人才满意吗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还敢污蔑你姑父？你心咋这么坏呢？我没有，是他瞎说的。温竹清的眼神在陆家人的身上扫视了一遍，除了陆主簿夫妻俩，还有一个年轻人，应该是他们的儿子。温竹清走到他身边。你要做什么？怎么称呼啊？少年长得挺帅的，还是秀才，可有婚配啊？温氏，你不要脸，你放开他，你也配跟我表哥说话？我不仅说话，我还要上手呢，你能奈何？你表哥是天上的文曲星啊，我还不配跟他说话了？温竹清抓着陆天灵的袖子，低头闻了闻。你放开我！你这个登徒女！陆公子，
你就是胡翠喜的帮凶了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污蔑我。那你袖子上的黑狗血怎么解释？你也是孩子的生父，对不对？最是薄情读书人呢。你看不上出身一般的胡翠喜，那你别玩弄人家的感情，还搞出人命来，你这是害人害己，酿下滔天大祸。你现在满意了？我不知道，我是喜欢表妹的，是我母亲不答应这门亲事。我中了秀才，将来能中进士，入朝为官。母亲想让我娶了高门贵女，对我的官途也有帮助。表妹要是想嫁给我，只能等我高中之后做个妾室。孩子的事情我也没想到啊，表妹怕藏不住肚子，不得不嫁了人。事情终于是真相大白。你竟然做出这等有辱门风的事情来，老子打死你这个不孝子！你别打儿子啊，这是他一个人的错吗？要是没这个不要脸的勾搭他，儿子能犯错？现在损害最大的是咱们儿子呀！你还是想想怎么捂住消息，别传出去，坏了儿子的名声。胡氏，你这话说的，胡翠喜能隔空睡了你儿子？这孩子是凭空出现在他肚子里的吗？有你这样溺爱的母亲，什么都是别人的错。你儿子才这么软弱，没有担当，想捂住消息，你以为你是县令，一手遮天，能堵得住悠悠之口吗？你不该嫁给陆主簿，嫁给皇上多好啊！全天下的人都得听你的，那才是威风的。当个主簿夫人，屈才了。不许对皇上不敬。温竹清耸了耸肩，低估了古人对皇权的敬畏。哎呀，以后不说了呗。这可怎么办？老爷，你救救咱们儿子吧！怎么就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儿子，还指望他光宗耀祖呢？你闭嘴！都是你做的好事儿。每次带着儿子回娘家，你都没发现他们不对劲儿的地方吗？姑母啊，姑母，你也有今天。都说姑侄女儿亲，你早早的接纳了我，咱们亲上加亲，我会加倍的孝顺你的。当初表哥跟你坦白，你坚决反对，甚至警告我不许肖想表哥，你不觉得一切都迟了吗？我落得现在这么惨，都是被你害的，是你害了我，害了表哥，害了我们的孩子，你的亲孙子。小姐，是表哥对不起你，你不该自裁的呀。表哥，我还是连累了你，对不起。说完便缓缓飘散，闭上了眼睛，魂飞魄散了，连转世投胎的机会都没了。不要啊！你不想活了？他是鬼，沾上不干净的东西，咱们家都得倒霉。温大师，求求你救救表妹，我错了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我只求表妹能有个好的归宿，别让她魂飞魄散啊！你想气死娘啊！记住你说的话。取了一张敛魂符，胡翠喜消散的魂魄被收了进去。他的魂魄在这儿呢，不过想要转世投胎，还需要做749天的法事，让他的魂体凝固，才能走过轮回路。谢谢温大师，我会给小喜去请大师超度的。不许！你想气死你娘吗？我不许你跟他有牵扯。胡宝军突然上前，一巴掌就扇在了胡氏的脸上。有你这么当姑姑的吗？她是你亲侄女儿，你就这么盼着她死是吗？你的儿子是个宝，我的女儿也不是草啊！当初我费尽心思让你嫁到陆家，你都忘了娘家对你的恩情了吗？小喜宁可死，都不愿意连累天林，她做的还不够吗？我这些年给你们的还少吗？是不是嫂子怂恿，想扒着我家不放呢？没有他配合，这俩孩子能成事儿？胡宝军有一些惊疑不定，难道这里面还有自己媳妇儿的事儿？温竹清可不管他们狗咬狗，天亮必须找到高人做法事，否则神仙都难帮你们。一事不分二主，温大师不能帮翠喜超度了吗？不能。第一，我不喜欢他，跟他不对付，费心思帮他还不落好，我图什么呀？第二，我累了，没有精力做法事，所以我不接这个活。陆天灵只好收下符纸，转身出门去法华寺找高僧求助。都是下官管家不严，请大人治罪。你先回去休息几天，把家里的事处理好了再说吧。谢大人。人都走了，衙门里终于清静了。终于搞定了，回去睡觉，累死了。文大师，你好好休息，回头本官亲自拜访。本官治下有你这么好的大师，本县之福啊。县令大人能这么想就对了，你也不错，与君共勉。
咱们都是百姓的福气呢。你可以谦虚一些的，给我整不会了。阿青，你不是累了吗？客栈已经准备好热水，快去休息吧。好，县令大人，记得给报酬。不是我贪财，给了钱了断了这个因果，否则你欠我一个大人情，将来就不是钱能算得清了。回到客栈，温竹清简单的洗漱了一下，睡的是昏天黑地，直到第二天午后才醒过来。饭厅已经摆满了饭菜。饿了吧？先喝点鸡汤。一碗汤下肚，胃里面暖乎乎的，直接吃了5碗饭，这才满足的摸着肚子。终于活过来了。我这辈子可以喝水噎死，撞豆腐撞死，唯独不能饿死了。喝点茶解腻。谢谢。你不用照顾我，我自己可以。你是我的妻子呀，为了这个家呕心沥血，辛苦操劳，我做不了别的，能照顾你一些也算是我的心意了。怎么说胡话了？咱们这父亲什么样子，没有谁比你更清楚了。其实我也挺奇怪的，你想找人照顾孩子们，照顾你，没必要娶亲，买个丫鬟不是更好吗？占着你妻子的位置，还给孩子们添个继母，徒增事端，何必呢？这不是没钱吗？你不知道，买了丫鬟每年都要交税的，要200文钱，娶亲就省了这笔钱了。温竹清一口气没上来，原来是为了省钱啊！咱们可以回家了，孩子们都很担心的。舒尔、舒珊呢？我怕他们打扰你休息，让他们出门逛逛，给弟弟妹妹买点礼物。也是。对了，你有钱吗？县令大人送来100两银子，还有各种礼物、点心、布匹、酒水、糖果，我都替你收下了。合着还是他的钱，冤种竟是他自己。住店加上路费，还剩下95两3钱，都在这儿呢。温竹清的脸色好看了一些，算他懂事儿，知道谁才是一家之主。阿娘，你醒了呀！三儿子想死你了。真的？不过半天没见，小嘴又变甜了。三儿子这么想阿娘啊？当然，我看街上卖的好吃的都没胃口，肉包子都吃不下，可不是担心阿娘嘛。是吃不下肉包子了，人家卖的烤肉串，他吃了10个，还有水晶发糕、糖炒栗子，肚子可不是装不下了吗？可是哥，你是亲哥，有这么拆亲弟弟的台的吗？有孩子们打闹，气氛活跃起来。梁树山让人准备好了马车，离开县城回家了。天黑之前回到了村子。阿娘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小五想死你了。喂，不想2哥3哥吗？不想，我就想阿娘，我做梦都梦到阿娘了。阿娘也想小五啊，有没有听姐姐的话？小五很听话的，伏羲，阿娘问小南姐姐。小五很乖的，阿娘放心，就是每天都来村口等一个时辰，不到吃饭都不肯回去。温竹清这心呐，软的是一塌糊涂。虽然小五不是自己亲生的，温竹清就觉得亲生的也不过如此了。别累着了，让你们娘亲歇会儿，热水准备好了，饭菜也在锅里热着呢，快洗洗手，吃饭了啊！我才出门1天，看你们这么兴师动众的，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好歹只是1天，这要是10天半个月的，咱们小五都得长在村子口了。以后出门别带那2个人了，带着小五吧，太粘人了。行，阿娘把小五用裤腰带拴在腰上，到哪都带着，保管丢不了。真的吗？那我现在就要拴上了。众人笑起来，洗漱吃饭，躺在简陋的木板床上，很快就睡着了。梁正远和孩子们在外面说了很久的话，梁淑仪听得一愣一愣的。后娘这么厉害，我们怎么就睡着了，什么都没看见，这也太可惜了。看到了，现在还能睡得着吗？女鬼有什么好看的？早点睡了，以后都听话。你们阿娘是有真的本事的高人，咱们的运气好，得惜福。没有你们阿娘，你们一家的日子都不知道怎么过。蔡大娘在做针线，听他们这么说，心里挺高兴的。一家子齐心协力，日子才能过得好啊。小五已经打着瞌睡了，对这些事儿不感兴趣，迷迷糊糊的爬起来去温竹清的床上睡觉。你跟爹睡，小满跟你阿娘睡的。你是男孩子，不能黏着娘亲。那我当女孩子可以吗？小五这才有个孩子的样子，都会顶嘴了，你就让着他点吧。你们后娘累了，别吵着她。后娘是什么？娘亲还分先后的吗？众人哑然，眼神飘忽，这可怎么解释啊？明天你问问娘亲吧，她会告诉你的。我就知道阿娘是最聪明的，你们都笨笨。众人哄笑，被弟弟给嫌弃了。夜色里，村子里的狗都睡了，除了虫鸣声，几乎没了声音。母羊闭着眼睛，嘴巴里面还嚼着青草。突然，母羊的眼睛猛然睁开，一下子就站起来，盯着温竹清的房间直勾勾地看着。别人看不到的地方，
一缕黑色的阴气从温竹清的身上飘出来，化成了一个小小的团子，悬浮在了小五的头上。温竹清一无所知，小五也睡得香甜，完全不知道危险降临。就在肉团子要冲进小五的身体时，一声咩咩的叫声惊醒了温竹清，感到身边有阴气涌动，下意识地打出了一道灵力。什么东西？似乎是听到了一声惨叫，却什么都没有看见，快的都以为自己是幻听了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也没看清楚，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想要附身小五。不过你放心，他道行微弱，既然不敢现身，只敢鬼鬼祟祟地偷摸着来，肯定不是什么厉害玩意儿，否则躲不过他的探查。他的灵力天生克制这些个阴物，只是他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事儿一样，眉头依然紧皱。可惜我帮不到你是吗？不用了，你管好家里已经是帮了大忙了。母羊怎么会叫起来？是巧合吗？你以为呢？世上哪有那么多巧合？我没有吃了它，养在家里，就是因为它开了灵智，有点用处，能镇宅的，能产奶，还能陪着孩子们玩，不然我早就杀了吃肉了。母羊又是一阵的叫唤，好像是在控诉这个狠心的女人，这也太残忍了。你有心了？别笑得那么荡漾，又不是为了你，我为了小五和小满。你抱着小五睡，我出去转转。去干嘛？找野男人，不行吗？问这么多干嘛？温竹清翻了一个白眼，这男的真的是一点没有分寸感，管到自个儿身上来了，瞧把他给能的。我只是想说你小心一点。温竹清心情不好，没搭理他，走出了房间。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呀？母羊刨着蹄子，叫声小了一些。温竹清过来，谢谢你啦，我进山给你找点好吃的，照顾好家里啊。母羊喊了几声，就差拍着胸脯保证了。温竹清脚下生风，就要去山里面转转。经过村口的时候，突然又听到了一阵怪异的声音，不由得停下了脚步。这的，好像痛苦又好像享受的声音。温竹清满脑袋的黑线，我去，哪家的野鸳鸯搁这办事呢？也不看看什么时辰，就不怕招惹了什么脏东西吗？哎呀，不过这什么事儿啊，真的是不经念叨。两人忘我的做运动的时候，那道熟悉的阴气又出现了。谁呀？两人慌里慌张的穿着衣服，吓得魂儿都飞了一半。等他们穿好衣服冷静下来，是你啊，温大师。你认识我？普通的脸，憨厚老实，恭恭敬敬的都想要给他跪下了。目光落在女子的身上。好寡妇，我男士，求求你不要说出去。我和王三哥是真心喜欢他，可是他娘肯定不会让他娶个寡妇，我们也是实在没有办法。我不会说出去，方外之人对你们的情情爱爱不感兴趣，我本不想打扰你们的，食色性也，这种事也不稀罕。只是你俩这么晚在外面，会被脏东西盯上的。要不是我，好寡妇，你又危险了啊！这是真的吗？不然呢？我吓唬你们的吗？求大师救救我们吧！温竹清仔细的打量他们，没有阴气了，又取出了驱邪符拍在了身上，也没有任何的反应。难不成又跑了？温大师，暂时无事，先回吧，明儿再说。温竹清摆了摆手，把他们给轰走了，自己还要进山呢。攀登到了一座比较高的山峰，盘膝而坐，一道道月华凝结而下。温竹清吸收在自己的体内，进入了物我两忘的修炼。他没有看到周围不知道什么时候围了不少的动物，都在如痴如醉地吸收着他散发出来的月华。这些被他凝练过的月华更加容易吸收，对于动物来讲，比他们修炼几十年都珍贵呢。温竹清这一修炼就是一个时辰，经脉随着月华的洗礼逐渐的扩大，一声轻微的刺破气球的声音响起。温竹清进入了炼气期3层，巩固了一下修为，睁开了眼睛，身上黏糊糊的，这是体内排出来的杂质，一股子臭味，自己闻着都恶心。轰隆一声，温竹清刚起身，周围的动物们就都跑了，吓了他一跳。我去，这么多动物啊，吓死我了！幸好有阵法，差点被吃了。他也赶紧跑，别被动物们回神来吃他了。林子里瞬间是鸡飞狗跳，乱成了一片。温竹清找了一个山泉水汇聚的深潭，穿着衣服跳进去洗了一个痛快。要不要吃点丰胸的药材啊？这么点东西，我都觉得自己不像个女人了，起码也得长得跟大馒头一样吧？这也太小了点儿。温竹清欣赏了一下自己的身材，好在腰肢纤细，臀很翘，双腿更是笔直修长。这么漂亮的腿啊，长点就更好看了。还要补充营养，多吃肉啊。
温竹清现在的个子就只有1.58米，还不到1.6米呢。温竹清乐呵呵地洗着澡，可惜没有洗发水。为了自己方便，他决定制作一点肥皂出来。正好母羊的奶那么多，做羊奶皂、洗头洗澡都方便。我爱洗澡，皮肤好好。突然后背有一种如芒在刺的感觉。温竹清面色不变，猛然从水里面跃起，灵气跃出一道水箭，射在了身后的草丛里。咩咩几声惨叫，温竹清跳下来，竟然是一只羚羊啊！还以为是有人偷窥呢。哼，色羊，活该！这好吃的你给姑奶奶补身子了。又采了一些药材，还有母羊喜欢吃的嫩草，背着背篓就回家了。等他消失，一道白色的影子出现在了山林里，嘴角扯出了一抹苦笑。他堂堂道君，差一点就成了登徒子呢。温竹清在天色发白的时候回到了村子里。起这么早啊？睡好了没有？我这就给你做早饭，想吃啥呀？昨晚睡得早了，出去溜达一会儿。我不饿。蔡大娘，你也不用起那么早，家里的活儿也别一个人做，让几个孩子锻炼锻炼，别养得他们一身懒毛病啊。孩子们都很勤快，不过年轻贪睡了些。我以前在酒楼也起得早，习惯了，没事儿的。那也要多休息，别累坏了。打了一只羊，这2天吃羊肉。母羊叫起来，好像是在吵架控诉，他竟然要吃羊肉。这毕竟是同类，当着他面吃羊肉不太好吧？这母羊很聪明的，就跟成了精似的，甚至有一次小五摔倒都是他给挡住的，这才没有摔坏。好吧，不吃了。温竹清把草和药材给他吃，拿着背篓里的羊出门，母羊这才满意。温竹清来到陈婶子家，死了的羊交给他来收拾。这么大的羊啊，得有70-80斤呢，你怎么不在家里做呀？我家母羊不让吃啊，都要跟我动手了。我和孩子来你家打牙祭啦，你都给做了，天热也放不住，咱们2家2天就能吃完了。待会儿我拿点面粉过来，做羊肉面吃，羊骨头、羊杂、羊头炖了汤，加一根松木在锅里，保证不膻，大补呢。你们吃就好，我帮你们做。我们庄户人家哪吃得起这么金贵的羊肉啊？哼，婶子要跟我见外，那这羊我可找别人家处理了。山里打的，又没花什么钱，你辛苦干活了，这是你应该得的呀。那好吧，婶子占你便宜了。婶子人好心善，这是你的福报，别跟我客气了。陈婶子很高兴，被他夸自己有福气，等于是被祝福一样，比捡了钱都开心呢。阿青，我看你好像又漂亮了，这要不是天天见，我都怀疑换了个人一样。我的道法略有小成，对身体洗精伐髓，自然看着不一样了。婶子下午来家里，我和蔡大娘做点枣豆子，你也洗洗，对皮肤好的。好啊，婶子呀，就厚着脸皮去叨扰你们了。羊肉还要收拾，温竹清先告辞回家，孩子们也该醒了。果然，几个孩子已经在练武了，哼哼哈哈的各自忙活，很是热闹。阿娘，你一大早去哪儿了？三儿子还想找你教我功夫呢，都找不到人。你是不是忘了你三儿子呀？出门有点事儿，想练武啊？好事，阿娘满足你。接下来，梁书山就被温竹清训的是苦不堪言，小满也跟着练了一会儿。小满，跟阿娘来。温竹清打算教他自己的功法，让他修道，是女儿也算是徒弟了。学阿娘这样，盘膝坐好，闭上眼睛，感受周围的空气，深呼吸。温竹清引导他吸入灵气，能够找到气感才是成功的第一步。小满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，灵气吸纳到了肚子里，只觉得这肚子呀就跟着了火一样，憋得难受。温竹清及时出手，顺着他的肚子抚摸，帮助他运行灵气，循环到身体的各处，足足3次，这才让他停下来。记住阿娘刚才让你运行的灵气方向，切记不可走错了方向，否则走火入魔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而且也不能贪心，你年纪小，最多10个周天，过犹不及。修道最忌讳的就是贪心。阿娘，你这是让我也跟你一样吗？我是不是将来可以跟你一样厉害？这个难说，看你的造化和努力。阿娘的本事都传给你了，你切记，日后有了能力，不欺凌弱小，积德行善，就是帮了阿娘。能做到吗？能的，我一定会多做善事，不让阿娘失望的。好孩子，去洗洗吃饭吧，现在肯定饿坏了，我多准备点吃的，你能吃多少就吃多少。
谢谢阿娘。修炼之后需要补充能量，会格外的饿。家里面多了3个饭桶，小满平时只喝1碗粥，现在呢吃了5个馒头10个鸡蛋了，还想吃呢。梁书山那就更不用说了呀，馒头是2口塞嘴里1个，鸡蛋更是1口1个。蔡大娘都担心这孩子吃坏了肚子。没事啊，锻炼都这样，不吃饱了身体吃不消的。蔡大娘，以后啊多做饭。我今天进山打2头野猪回来，以后家里顿顿吃肉，不能断了肉食。多买点鸡鸭鹅，鸡汤鸭汤也不能少的，吃食上不能亏待了孩子们。好的，没事就好。这么吃，这地主家都养不起啊！后娘，我会不会也跟他们一样吃这么多啊？你暂时不用，你年纪大了，学不了高深的功法，多学些拳脚功夫，不会被人欺负了就好。不是我厚此薄彼，不肯教导你，而是你的骨头已经长成了，学不来的。不过你好好学我现在教你的招式，等小有所长，我教你几门暗器，不输给那些一流高手。能自保已经很好了，谢谢后娘。梁正远看着他们相处愉快，嘴角扯出了笑意。有了他，这个家才像是一家子呢。小五揉着眼睛走出来，完全不知道昨天晚上又躲过了一次危险。阿娘，小五做梦梦到你了，阿娘保护小五呢，阿娘辛苦了。我儿子当然得护着，谁敢欺负我儿子，让他竖着进来，横着出去。好，阿娘最厉害了。啊，我怎么就多长几岁呢？要是跟小五一般大，我也趴在阿娘怀里不起来了。阿娘，你仨儿子才7、8岁，不是大孩子，也想要一个亲亲。以后娶了媳妇儿，让媳妇儿亲你吧，别跟你弟弟争宠，你注定争不过的哦。你非要说的这么残忍，不给我一点希望吗？不就是小五傻，最先喊你娘亲的吗？我也喊了呀，你都不给我一个机会。阿娘最疼我了，三哥羞羞脸，跟我抢娘亲，就不给你。三哥给你窝丝糖，你分一点点阿娘给三哥，好不好？不分，我想吃，阿娘都给我买，你的还是阿娘给买的呢，我又不傻。梁书山一脸的失望，现在的小弟不好骗了呀。我家小五啊，最聪明了，你那点小心眼子别来小五这儿使了哦。梁正远见他这么疼小五，眼神沉了沉。小五，你不是急着撒尿吗？快去吧，别尿了裤子。好，阿娘等我。小短腿哒哒哒的跑去了厕所，痛快的放水，惹来众人的笑声。早饭吃完了，温竹清出门，看着盖了一半的房子，照着这个速度，再有半个月也就能完工了。梁老三趁着没人的时候问温竹清：“温大师，翠喜她……别想了，魂飞魄散。那个孩子呢？也没了吗？”我去，我想起哪里不正常了，我怎么把这么大的事情给忘掉了？糟了糟了，惨了惨了！温竹清一直觉得哪儿不对，那道阴气来得莫名其妙，没有踪迹可寻。现在想想，不就是胡翠喜那个孩子吗？温竹清想明白了这件事儿，打发走了梁老三。回到家，怎么了？阿青脸都白了，出什么事了吗？我可以给你出出主意啊，别闷在心里一个人发愁。我没事，是我大意了，怕要酿出大祸。你跟我说说，怎么就要出大祸了？你知道胡翠喜魂飞魄散，可是她的孩子没有跟着她走，而是留下来跟着我回来了。回来了是什么意思？昨晚上不是小五差点出事，有邪祟想要附身他，被我发现给打走了。后来我出门又遇到了，可是又被他跑了。我还奇怪什么东西这么厉害，能躲过我的探查，还以为是我本事不够。结果今天梁老三问我孩子的事儿，我这才想起来，那孩子他是没有走，跟着我回来了。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凉拌呗。那个孩子如果不除掉，以后会怎么样？不过这事儿跟你应该没有多大关系吧？毕竟也不是你害了他呀。你不懂我们门里的这些事儿。那孩子确实不是我害死的，但是我参与了这件事，就跟我有了因果，这事就落在我头上了。若是我不能妥善处理这件事，他的罪孽会有一部分落在我身上的。现在或许没事，等我修为越高的时候，甚至会成为我的心魔，对我有致命的打击。如果这孩子没有伤人，沾染血腥还好些，只是他没有理智，完全凭着本能做事，想要生存活下去，迟早会沾染血腥的。这么严重？趁着他现在还弱小，还没有伤人，
把他控制住不行吗？温竹清沉默，他也是这么想的，只是经历了昨天晚上，那孩子还会来找他吗？即便是来了，他不主动现身，怎么发现他呢？头疼。慢慢想，别着急，你也是为民除害，我不信天道不公会惩罚你。你不懂，天道不会不公，相反很公平，所以不会放过我。算了，不想了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发愁也没啥用。梁正远，我不是危言耸听，等你伤好了，记得和我和离。你是想甩掉我们吗？不是的，是我不想连累你。你有你的机缘，现在是困龙在渊，渡过去就会飞黄腾达。如果一直跟我有夫妻的名分，只会连累你的。你要真的感谢我，将来多给我些钱财，也可以报答我救你的恩情，没必要和我绑在一起。你能看出来我的命数？我将来真的有希望发达吗？你想多了，我看不透。毕竟你和我现在是夫妻的关系，修道中人是不能和自己人的面相的。亲人、夫妻、朋友，越是亲密越不能看。人都是感情动物，亲密的人有危险，你能忍住不出手吗？如果出手，就是坏了天道，所以这是大忌，就算不死也会重伤。梁正远沉默。不想了，陈婶子让咱们去吃好的呢，你要不要跟着来？家里也没什么事儿，大家都去串个门了。好啊，孩子们睡觉呢，咱们先去吧。我们醒了呢。阿爹，你想丢下我们？是亲爹吗？那个，我刚刚睡醒啊，并没有偷听你们讲话的。我哄着妹妹睡觉呢，她睡不着，我就只好陪着了。小满撇嘴，他什么时候睡觉需要哄的呀？那行吧，大家一起啊，像是一家子去郊游一样。温竹清心情大好。阿娘，为啥咱不在家吃啊？阿娘，你做的羊肉肯定更好吃的。陈阿奶会做羊肉吗？你陈阿奶炖羊肉是我教的，味道肯定不错。不在家里吃是因为母羊不让啊，那是她的同类，咱得尊重母羊。母羊可是救了小五呢，她天生通灵，都别把她当畜生。母羊是家里的一份子，跟你们一样，我当孩子一样养着呢。那我要是跟母羊打架，阿娘向着谁啊？我谁都不帮，都是孩子，你们各凭本事吧。阿娘，是我不够孝顺你的吗？竟然跟羊一个待遇，我的心呀，哇凉哇凉的。你现在闭嘴，待会儿就多给你喝一碗羊肉汤。行吧，这样的日子其实也不错，比我以前过得都快乐。都是你后娘的功劳。是啊，爹，要不你就真的跟他过日子吧，将来生了孩子，我给你们带孩子。你想的可真够远的，你觉得他能答应吗？嗨，这就得看你的本事了。曾经那么多千金小姐哭着喊着要嫁给你的，现在追一个小村姑，你还没有自信吗？你觉得她是个普通的村姑吗？梁淑仪撇嘴，这个爹可真是没用。你该不会真的跟村里人说的那样，那啥不行了吧？这可是病，得治啊，让后娘给你看看呗。我觉得她能行。这是你一个大姑娘能说出的话，别被人笑话了。这事儿我自己能处理好，无需你操心。梁淑仪叹息一声，爹就是好面子，回头啊，他跟后娘说说，指望爹主动，那黄花菜都凉了。陈婶子已经炖好了羊肉，好香啊！陈阿奶手艺不错啊，陈阿奶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待会儿啊，你多喝2碗，喜欢就好。阿奶呀，就喜欢看你们吃的香。好的。突然门口冒出来几个小脑袋，这谁家的孩子？乞丐吗？不是乞丐，有爹娘生，没爹娘养，隔壁胡三祥家的。我关上门，别管他们，粘上了就甩不掉了，能赖着你家蹭吃蹭喝不走了。婶子，我们3天没吃饱饭了，可怜可怜，给点骨头啃也行的。我不吃，只给妹妹们吃，求求您了，好不好？想吃找你爹娘去，又不是孤儿，上门要饭呢。你们俩懒货也别装死，不想养别生啊！别来我门前恶心人，让全村人看看你俩还要不要脸了。嘿，我说这远亲还不如近邻呢。你家炖肉吃，给孩子一口怎么了？不就是傍着人家小媳妇儿的大腿了吗？是你的能耐吗？照样吃糠咽菜，比我们强哪儿了？我能生，我乐意生，你管得着吗你？老娘的脸都被你们给丢尽了，滚回家里去，吃，把老娘给搅吧搅吧，你吃了吧你！回你家打去！谁偷带做你的孩子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！温竹清冷眼看着胡三祥媳妇儿，还想骂他为富不仁，对上那冰冷的目光，最终却是没敢牵扯的。
一顿香喷喷的羊肉汤，因为糟心的邻居少了一些美味，孩子们迷茫又懵懂地看着他们以为阿娘会让那些孩子们一块儿吃的。要是换成你们会怎么做？一碗汤的事儿给他们呗，吵吵闹闹的也太扫兴了。后娘既然不给，那肯定是有她的道理，我们等你给我们解惑。我都听阿娘的，阿娘让往多不能往细，让吃肉绝不喝汤。那我让你练大字儿，你怎么还偷懒呢？今儿晚上检查，少一个字儿，明儿的包子少吃一个。啊，那我少100个呢，喝着。明天早上有包子吃了。三哥，你别练字了，正好给我们吃。你一吃，我们都不够吃了。我一定能写完，休想抢我的包子吃。我觉得不应该给，我娘说过，人各有命，就得认命。谁让他们投胎到了这样的人家家里？我爹娘拿我换了10斤粮食的时候，就是这么跟我说的。好孩子，还有句话叫人定胜天，以后你能掌握自己的命运，做快乐强大的人。我会的，阿娘。我不觉得我命苦，因为我遇到了阿娘你啊。如果他们没有卖了我，我也不会有今天的。还有我也有阿娘，我的命也很好。是，还有我们小五，别忘了你3儿子呀。梁书山最会撒娇了，把悲伤的气氛给变得欢快。一大锅的羊肉汤喝了大半，都撑得走不动道了。剩下的加点水煮一煮，晚上擀面条加进去，吃羊肉面条，地里的小青菜丢进去吧，又是一顿美味。这是花椒叶子，都在嘴里嚼几下，别留下味道了。做好了这些事儿，温竹清他们才敢回家。一进门就看到母羊斜着个眼睛盯着他们，都有一些心虚，干笑着回了房间。这要是传出去，都没人信呢。咱们竟然会害怕一只羊，这是尊重个人爱好。你要是讨厌吃香菜，我们非得在你面前吃，你能高兴吗？有时候退让不是窝囊，是策略。天凉快些，开始干活了。你们去割草回来，锻炼一会儿功夫，练100个大字啊。梁书山耷拉着脑袋，他宁可练功夫，也不想写字儿。你二哥也不喜欢练武，可是他一直坚持，没有一句抱怨，因为他知道习武是有用的，保护自己，保护你们。你每次都这副样子，是对自己不负责。难道你想做个头脑简单的莽夫吗？不想。温竹清白了他一眼，欠收拾的小崽子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好寡妇过来找他。温大师，求求你救救我吧！我也不瞒着你，我知道一个土方子一直没有怀孕的，这次突然有了反应，而且这孩子长得太快了，不应该这样子的。长得太快了，你能感觉到？我以前也怀过孩子，不过小产了，孩子一般到了4个月才会动。可是我今天竟然能感觉到他踢了我几下子。温竹清脸色黑得难看，这是胡翠喜的那个孩子吗？你先别紧张，我给你把把脉。温竹清的手碰到他的脉搏，明显感觉到手腕发凉，这不是正常人的温度，已经可以肯定就是那个鬼婴作祟了。温大师，我还好吗？不太好，不过你别紧张，这张符你先带着，等我想想办法。谢谢温大师，需要多少钱啊？不用钱，送你的。不过你和王家的事儿，要不断掉，要不就让王家负责，不能这样下去了。你这是害人害己啊！好，我马上断掉，再不敢胡来了。眼泪滚落，这大概就是对他不守妇道的惩罚吧。你也别自责，你对婆婆重情重义，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人都有7情6欲，喜欢一个人是没什么错的，只是这种事情，世俗对咱们女人的恶意太大了，终究是女人吃亏，对男人或许只是风流雅事。王家后生要是有担当，愿意负责，我可以帮着撮合。多谢你，你是个好人。只是我这肚子，没有这个鬼胎，他还有期盼。现在肚子这样，那不是害了人家吗？别太担心，有我在，他成不了气候。好寡妇的眼神亮了亮，心里多了一些安全感，告辞离开了。温竹清在村子里面转转，想办法。符纸只能够暂时的压制鬼胎，想要彻底的解决也不是不可以。可是那孩子就得跟胡翠喜一样，魂飞魄散了，又是一桩冤孽。滚一边去！这是我先找到的，谁跟我抢，我打死他！哼，胡大孩，你跟我们打，你打得过吗你？爹娘都是懒汉，管你们死活吗？你敢动我的话，我就让我爹找你爹娘告状，看看他们打谁。胡大孩那脸色瞬间就白了，他爹娘肯定是打他了呀，怕人家要赔偿，每次都这样。喂，你们干嘛呢？不许欺负人！三哥，有野鸡蛋，见之有份，又不是他家里的，
我们也不是欺负他。谁找到的？孩子们心虚了。谁敢撒谎，以后别喊我当三哥，我的糖也别想吃了。是胡大孩找到的。那就是他的，以后不许欺负人了，记住没有？村子里的事我说了算，你们敢不听我的话，尝尝我的铁砂掌。孩子们只好散了，算他运气好。胡大孩，你走吧，以后谁欺负你来找我，我帮你。不稀罕你来装好人。喂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帮你还帮出错了吗？你不识好歹，早揍呢你！哎，都别动手，咱要以德服人。我阿娘说的，对弱者不能用拳头。你娘也是假好心。温竹清看着这个孩子力气不断的上涨，有一些心惊。这孩子不一般呢，这么浓重的力气，将来没有人引导，怕是要入魔的。喂，你骂我行，骂我娘就不行。淑珊啊，玩什么呢？哦，没什么。阿娘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跟朋友们玩呢，不信你问他们呀。是吗？温竹清看了他们一眼，都心虚的不敢跟他对视。阿娘，我没有欺负他，这人不知好歹，还骂阿娘，我才想收拾他的。小孩子而已，有口无心的，又没有真的骂。你阿娘又不是什么大人物，还能谁都喜欢？以后不许这样哈，跟他们玩去吧，也没几天好日子了，珍惜现在的快活时光吧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你忘了你要去私塾读书的吗？唉，梁淑珊唉声叹气的，瞬间都没心情玩了，打发走了他们。温竹清看着胡家的3个孩子，你是哥哥，很不错，知道护着妹妹们，是个好哥哥。不需要你假好心。你还记着那天的事啊？你不觉得恨错人了吗？你活得这么辛苦，不是我带给你的苦难，是你的父母啊。那天是在陈家，也不是我家，我也不好做主。再说了，陈婶子也是不想让你娘得了好处，借机把你们丢给他，他也养不起你们3个。我不恨陈婶子，我恨我自己。恨自己的弱小，恨自己怎么还不长大。求人不如求己，我需要一些药材，山上都能找到，你可以采了卖给我，足够你和妹妹们吃饭了。但是你爹娘得瞒着，不准让他们知道了，否则你就得养着他们了，他们更能偷懒不干活了。真的吗？你真的愿意教我？也得看你的天分，别认错了，有的药材差别很细微的，要是错了，治病的药就变成毒药了。我一定会仔细看的。温竹清先教他金银花、蒲公英、腊疗草这些个基本常见的，这孩子学得很认真，也并不是多么复杂的东西，很快就采了不少。挺好，先给你们3碗面吧，给钱你们还得去镇子上买粮食，直接给你们吃的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们呐，去我家里找蔡大娘，她会给你们吃的。我之前骂你，对不起，我还能跟你一个孩子计较。快去吧，以后饿了就找蔡阿奶。温竹清并不知道，现在无意的善举拯救了多少人，未来那个黑化的杀人魔王变成了小吃货。温竹清看天色还早，干脆就进山去打一头野猪回来。现在他的能力已经可以精准的找到野猪的老巢，挑了一头200斤左右的公猪，直接用石头给砸晕了，扛着下山，直接送到了家里。蔡大娘红着眼正在烧火。谁惹着咱蔡大娘了？跟我说，我给你出气。没有，我是心疼的。那几个孩子太可怜了，世上怎么会有这么不当人的父母？姑娘，你不能管管他们吗？我当娘是宁可自己饿着，也不舍得孩子吃一点苦呢。温竹清明白了，这是心疼胡大孩他们呢。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咱们没有立场管。就是现代，那也不好插手人家的家务事，更别说孝道大过天的古代了。那可怎么办？就这么看着他们遭罪吗？咱能给口吃的，让他们饿不死，可是总有照顾不好的时候，孩子还是遭罪，心疼死个人了。蔡大娘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咱们能做的就是多给一些吃的穿的，尽力照顾一些，让他们过得好一些。至于别的，只能说人各有命，他们的命得自己去过，没有任何人能代替。你说的对，多照顾些，我这心里也好受些。明白就好。我以前听过一句话，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场修行，都是在苦海里沉沦。有的人坚强，能把自己的船行得很稳，有的就很脆弱，被浪头一打就船翻人亡了。蔡大娘，你也经历了丧子之痛，现在你熬出来了，所以你的船能继续走，甚至
能走得很远。这些孩子的船还在接受考验，能不能行得远，就要看他们自己了。大娘是运气好，遇到了姑娘你呀，要不然我也想跟着我家女儿去了的好啊。你这么说我更懂了，你也不容易。我听他们说你娘家对你不好，把你卖给这样的人家，要不是你自己有点本事，日子也难熬。温竹清不置可否，谁说不是呢？或许原主受了这么多的苦，走了也是解脱，不用继续受苦。温竹清不过是捡了一副身体，还得想法子积攒功德活下去。两人聊了一会儿，感情更加的亲近了。下午都在忙着，先把肥肉熬成了猪油。咱们吃猪油炸包子吧，便宜也省劲儿。做野菜包子，明天还能让大家一起尝尝。好啊，这么多的油渣，我还发愁怎么吃呢。梁淑仪带着大家去挖野菜，温竹清看着猪油，草木灰也很多，想着自己要做的肥皂，材料齐全了，挤了一些羊奶就开始做肥皂。这会儿也简单，前世看了不少的视频，温竹清看都看会了，现在照着教程来还挺顺利的。等液体搅拌晾凉，倒入了提前准备好的长条模具里，等着固定形状，就是好用的肥皂了。这是做什么用的？洗衣服洗澡用的，我叫它香皂。咱们家以后都用这个，洗澡洗衣服方便些。城里买澡豆太贵了，500文一点，还不耐用，不花那个冤枉钱了。姑娘就是有本事啊，澡豆都能自己做出来。虽然用了不少好东西，比起澡豆的钱确实便宜很多了。那可不，我能做赔本买卖吗？晚上吃的清淡些，包子先蒸了一锅自己家吃，剩下的明儿个就让陈婶子帮忙做。夜里温竹清睡得正沉呢，突然感觉身子缓缓的下沉。温竹清想要醒过来，却怎么都清醒不了。突然2只干枯的小手缓缓地落在他的眼睛上，一声声天真的孩子笑声，听得人毛骨悚然。温竹清眉头紧皱，这鬼婴竟然如此高深的道行，他都被控制了。温竹清怎么都挣脱不掉，那双小手突然就长出了锋利的指甲，就要挖掉温竹清的眼珠子。这要是扎进去，那眼睛可就保不住了。温竹清焦急难耐，突然身体被人给推动了一下。阿青，你怎么了？醒醒啊！温竹清猛然睁开了眼，后背都被冷汗给浸透了。你怎么了？好厉害的鬼婴啊，竟然能入了我的梦。入梦？怎么回事啊？温竹清把那孩子的事情给讲了一遍。你的意思是这孩子还会作乱？肯定的，我的符纸暂时困住他，他恨我，没办法来找我算账，就入梦来杀我。我倒是小觑了这个孩子。区区鬼婴如此厉害？你不懂，婴儿是最纯洁的灵魂，加上胡翠喜临死前把所有的怨气都给了他，他成长很快。我现在的功力不够，大意了，被他给入的梦。那该如何消灭他？你别想着灭了他，他什么都不懂，只是本能行事，还是得超度才能完美解决。没事了，我画几张符纸贴在房子上，能保护好家里其他人不被他祸害。不过今晚上他入了我的梦，也耗费了不少鬼力，短时间内没能力来害人了。你说怎么办，我都听你的，这些事我帮不了你。温竹清起身画了大半个时辰的符纸，有点困了，这才继续睡觉，一觉睡到了天亮。温竹清没有被昨天的事情所困扰，干活的村民来上工了，蔡大娘蒸出了一大锅的包子分给了大家。胡大孩带着妹妹远远的看着，蔡大娘让小五塞给他们几个包子，他们吃完了过来道谢。蔡大娘看到胡大孩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嘴角都破了。哟，这怎么了？没事，蔡阿奶，我摔着了，过几天就好了。是娘打的，她让哥哥把好吃的拿回家给她吃，哥哥不答应，她就打哥哥。这是当娘的吗？就没有人能管管她？温竹清没心情上山找药材，想着鬼婴的事儿，有一些蔫蔫的。胡三祥媳妇还打孩子，这让他很是不爽。孩子，过来，去找你爹娘来，就说我有好事找他们。你能给我一口饭吃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我爹娘，我能应付，不麻烦你了。你一个孩子，怎么应付？我知道你是不想欠我人情，先欠着，等你长大了，有能力的时候，加倍回报我就好了，不用跟我客气。弱小的时候接受帮助，不是懦弱，而是为了生存。以后知恩图报，别当白眼狼，就不枉我帮你一回。谢谢你，我明白了。温姐姐，我能求你一件事吗？你说。我想请你给我取个名字。胡大孩都没有名字，就这么叫胡大孩胡大孩的。我取名字真不太行的。我给你取吧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胡自强怎么样？
这个挺好的，自强不息，很适合你，随时勉励自己。你大妹妹可以随着你的排行来取，自梅、自兰、自秀，都可以。自秀和自兰比较好听一些，你觉得呢？多谢文姐姐，杨大叔。梁正远满脸的疑惑，不是，她是姐姐，怎么自个儿就是大叔了？胡自强已经跑走了，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自己的父母怎么倒霉呢。温竹清喊来梁舒儿，去李正家里买2张羊皮来，我记得他家有的，这是银子。梁舒儿也没有多问，接过钱就走了。胡三祥两口子正在算计温竹清呢，当家的，你说老大不听话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就不该打他，这孩子都被打皮实了，咱也不能真的打死了，谁帮你带小的呀？你要打就打俩小的，这孩子对俩妹妹护得很。哎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哎呀，当家的还是你有法子，这是咱们赖上温姑娘，她会不会收拾咱们呢？这是她自愿呐，凭什么收拾咱们啊？咱也没逼着她管孩子呀。再说她赚那么多钱，抬抬手就有金山银海的，没看才1个多月，房子都能盖起来了，手指头缝里露出来的都够咱们孩子吃喝不完了，就当是她做的善事了。哎，我可听说这些修炼的人都要积德行善，否则会有报应的。别怕，咱不杀人放火，他没辙。胡三祥是有点聪明在身上的，分析的还有点道理，可惜遇到的是温竹清啊。胡自强回来，眼里的恨意犹如实质。你这死孩子，什么眼神啊你？老娘生了你就是天大的恩情，没有老娘怀胎10月，能有得了你吗？你还不知足了还？早知道当初就该把你给掐死，省得看着你就心烦。温姐姐让我喊你们过去，有好事啊？真的？哎呦，当家的，让你给说对了，最好3个孩子都给他养，他不是喜欢孩子吗？咱就成全他。哎，反正这梁老大都不行了，他也生不出来，几个继子女他也养了，也不在乎多几个。胡自强气的是浑身颤抖，世上怎么会有如此无耻的父母呢？他们为什么要把自个儿给生下来受苦呢？快点来吧，别让温姐姐等急了。好嘞，当家的，快点走啊！两人喜滋滋的就来到了梁正远家。你在外面稍等，待会儿给你惊喜。温竹清带着两人进门，去了后院。温姑娘，你带我们来这儿做什么？不做什么，你们不是做梦都想不干活就有人养着，不用辛苦劳作，还能吃饱肚子吗？谁不想啊？温竹清噎了一下，好像还真是呢。我给你们这个机会，让你们不用干活，还能吃饱喝足，有人伺候。有这种好事儿？是不是好事就看你们怎么想了。温竹清拿着2张羊皮，突然就罩住他们，一阵复杂的手势打出来，惊奇的一幕出现了，两人惊人的不断缩小，最后呢，竟然是变成了2只成年山羊。咩。胡三祥想要说话，结果发出来的就是咩咩的声音，眼里的惊恐像是人一样。闭嘴，否则杀了你们吃肉。2只羊闭嘴了，真怕温竹清杀了他们。不想干活还能吃饱喝足，没有烦恼，只有当猪牛羊了。现在满意了吧？你们一直想让儿子养你们，现在我也成全你们，跟着儿子走吧。胡自强，进来吧。胡自强一进门，2只羊就冲着他冲上来，幸好被温竹清给及时的扯住了。野性难驯，就是欠打。胡自强，这个鞭子送给你，不听话就狠狠抽他们，畜生就是欠揍。给我的。你养着他们也是个营生，不过不能杀了吃肉啊，养着吧。等到了冬天卖了，换成棉衣服，你和妹妹好过冬。谢谢温姐姐。我爹娘呢？我给了他们点银子，让他们帮着做事，他们去忙了。你放心吧，他们不是懒吗？在我手底下，保证不敢偷懒。等他们彻底悔改，让他们再回家。好吧，能帮温姐姐干活也好，省得在家里不干活还打骂我们，等着我们伺候。家里需要置办的东西都置办齐全了，这个是预支的工钱。父母养孩子天经地义的，以后每个月都有，就给你养妹妹用了。温姐姐，你让他们好好干活，得对得起你给的工钱。一定会的，好孩子，好好过日子吧。人世间的律法和道德都没有办法让人悔过的时候，温竹清就用了特殊的办法，那就是造畜术。现在胡三祥两口子就真的跟羊是一模一样，也需要吃草生存，也会跟羊一样的生活习惯，但是他们的思维又真的是人，可想而知他们的恐怖了。
胡自强得了2只羊，让村里人很是羡慕，纷纷夸赞温竹清心善。不过也有人很是不满，就是梁正远的爹娘啊、兄弟姐妹们呢，都后悔了，不该分了家呀。真是个败家小蹄子，钱多的没地儿用了嘛。公婆不说孝顺，弟弟不说照顾，都给了外人，他这眼里头还有我们2个老的吗？都分家了，当初说好他们不赡养老人，他们的子女也不会来家里要粮食，写了文书的，跟咱们家一点关系没有了。不过吧，我们这些弟弟弟媳妇儿、侄女侄子的都是晚辈，他们可以不管，但您二老可是亲爹娘，现在儿子发达了，一点不管爹娘也说不过去呀。你说的对，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咱们从他们家要东西是不可能的，不过爹娘要是惦记着儿子、孙子，去帮着操持家务、照顾孩子们，他们还能撵你们二老出门的吗？而且他们的新房子马上要盖好了，看那面积，比县城里的员外老爷住的都好呢。他们自己享福，不管爹娘，那可是大不孝啊。老三媳妇儿说的对，我们当爹娘的吃你们一口饭还不行吗？咱们现在就去。当然了，听说盖房子的都有肉包子吃啊，咱不帮着点儿，钱都让他给撒完了。公爹婆母啊，你们可别忘了他的本事，我觉得是行不通的。咱们家现在也能过得下去，没必要去招惹他，他太邪性了。你们难道就不怕死吗？他被温竹清收拾过，可不敢招惹他。俩老的就犹豫了，他们虽然是年纪大，但也是怕死的呀。他不敢对付爹娘。我以前在娘家听村里的过路道士讲，修道之人不能对亲人下手，否则是会遭天谴的，甚至不能随意对付普通人，都会遭报应。看着能力大，其实忌讳也很多，那些法术还怕黑狗血呢，我才不信他什么都不怕。俩老的吃了定心丸，咱这就去他家里，他多大能耐也得孝顺公婆，说破大天去也是他应该做的。蔡小云送他们出门，眼里满是得逞的笑意。且说温竹清这边突然看着俩不速之客，你二老有事？我当婆婆的来看看你都不行了，你到底是年轻，不懂得怎么做人媳妇儿，我是来教教你的。温竹清都给气笑了，这可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了。咱们已经分家了，阿青做得很好，不需要辛苦你们了，回去吧。你跟他们说人话，他们能听懂吗？人家摆明了来占便宜的，怎么会回去？说不定还想住在咱们家，让咱们全家好吃好喝伺候着。毕竟是你爹娘，你真给撵出去就是大不孝，村里的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你。算你懂事儿，孝顺父母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温竹清还没生气呢，蔡大娘端着一盆刷锅水就泼在他们身上。你怎么敢泼我们呢？我就泼你们了，这么着吧，2个不要脸的老货，村口的老树皮都没有你们脸皮厚。你们看阿青年轻好欺负，又来倚老卖老的欺负孩子了，我可不好欺负，我也不是他们家的人，今儿我就看不惯你们，给你们醒醒脑子，不要谢我。你不过是他们家收留的粗使婆子，你也敢对我们动手？我找李正撵你出村子，你凭什么管我们家的事儿啊？哼，我可没卖身，怎么就粗使婆子了？你说话过脑子，卖了下人是要交税的，这个钱你来出的吗？我就是看不过眼，路见不平不行吗？走，咱去村子里好好说道说道，让村里人评评理。有你们这么当人父母的吗？外面已经围了不少看热闹的村民们了。哎呀，你撒手！来人呐！他打人了！我打你了吗？你这老货还想讹我？今儿我要是不打你，倒是对不起你往我身上泼脏水了。还真的就打他2巴掌。温竹清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啊，这么勇啊！孩子们都在偷笑，蔡阿娘好厉害呀！梁老头想要去帮忙，被母羊顶着跑出去了老远，丢在了一个臭水沟里。蔡大娘照顾他最多，欺负蔡大娘当他是死的呀。哎呦，这羊真不错，回头奖励你吃红萝卜。母羊优雅地回到了窝里，高傲地抬着下巴，2只眼睛透着蔑视。村里人都惊呼，这羊好像成了精一样啊。后来梁理正也过来了，一脸的怒意。梁孟氏，你又作妖了！你们已经分家了，文书都写好了。当村里的规矩是摆设吗？你们要是不遵守村里的规矩，那就滚出去！温大师是咱们村的复兴，谁敢让温大师不痛快，我就让他更不痛快。孝顺父母乃是天经地义啊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
她是我家儿媳妇儿，不孝父母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多谢您关心哦，这个我还真不怕。自古以来，天道约束的只是对自己的生父生母，你们跟我没有血缘关系啊，要劈那也是劈梁正远，劈不到我头上啊。好好过日子不行吗？这么大年纪非得折腾，本来没多少福气都被你折腾没了，将来后悔都买不到后悔药吃呢。你胡说！我跟大家说啊，儿媳妇对婆婆只需要尊敬，没有赡养义务。婆婆给媳妇立规矩本来就是不对的，你没有生养人家，凭什么要求人家把你当亲生父母一样孝顺？这不是欺负人家小媳妇儿年轻面子薄。好的婆婆只会对媳妇儿好，10年看婆，10年看媳妇儿。你帮着孩子撑起一个家，孩子才会真心孝顺你。没有付出就想凭着所谓的孝道压榨儿子媳妇儿，这才会遭报应呢。不少的小媳妇儿都红了眼，温大师可说到他们心坎里了。不少的婆婆都羞愧低头。温大师说的有道理啊，以后得对媳妇儿好一点。都听到温大师的话了吗？家庭和睦才有好日子，搓磨媳妇儿算什么本事啊？对媳妇儿好才是好婆婆呢。以后咱们村儿不许有搓磨媳妇儿的事儿，否则我第一个不答应。梁理正说的太好了，鼓掌啊！倒是让梁理正不好意思了，他开始的时候还想打压温氏呢，想想真是作死，活着不好吗？梁老太让人给骂走了，回去就把气撒在了蔡小云的身上。梁正远送走了村里人，见温竹清看着老宅发呆。对不住，又是我连累你了。跟你没关系，是他们自己不惜福，原本还有意外之财，宅子冒红光，要是能勤勤恳恳好好过日子，将来子孙也能出几个有出息的。现在彻底没指望了。你在看老宅的风水？是啊，我看风水很厉害的，能看得了阴宅，还看不了阳宅吗？你该不会想让我帮老宅吧？不会，该给的我都给了，是死是活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。算你不糊涂。温竹清话音刚落，远处走来一个年轻人，身边跟着梁勇还有牛员外。麻烦来了，这位远道而来，蓬荜生辉，寒舍简陋，怠慢了。温大师，你就这么小的宅子呀？太委屈你了。我镇子上有个2进的院子，温大师不嫌弃的话，送给大师了。无功不受禄，牛员外的好意我心领了。新房子已经在盖了，半个月会完工，到时候请大家来暖房，沾沾喜气。哎呀，一定一定！提前恭喜温大师乔迁新居啊！陆天林神色憔悴。温大师，我送了表妹的残魂去了寺庙，可是大师超度了几天，突然说他们功力不足，必须送到府城的大寺庙去，我可怎么办呀？你的事麻烦了，人家不想留着你，怕连累自己。温竹清眼底的同情让陆天林害怕，还有什么比表妹变成厉鬼更加麻烦的呢？温竹清仔细地看了看陆天林的面相。陆公子，你家就你一个儿子吗？还有个庶出的弟弟，今年才8岁。母亲对我严苛，也是不想让姨娘还有庶弟抢走父亲的心。我娘就有一个独子，姨娘倒是生了2个庶出的妹妹，一个16岁，一个13岁。庶弟是最小的，父亲挺喜欢他的。温竹清看了牛员外和梁勇一眼。二位，让我家二儿子招待你们去村子里转转，欣赏村子里的风景，农家田园别有一番味道呢。好，辛苦二公子了。不客气，两位贵客请随我来吧。他们知道这是有话要跟陆天林单独说，不方便让他们听呢。梁正远并没有离开，竖着耳朵听他们谈话。陆公子，你既然来寻我，我倒是有个法子帮你，还会让你官运亨通，光宗耀祖，但是你付出的更多。我会付出什么？无子，终身无子。终身无子吗？古人最重子嗣，无子那可是人生的一大遗憾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和胡翠喜的孩子并没有转世投胎，也没有魂飞魄散，他还活着。陆天林都吓傻了。那个孩子，我也以为他被胡翠喜给弄死了，没想到他缠上我，追着我来了。胡翠喜甚至把自己的力气都给了他。现在那个孩子比我都厉害，我都奈何不得他了。法华寺的和尚之所以要反悔，就是因为感受到了这个孩子的强大，不得不送他去找更厉害的高僧老超度。这么一来，你就得加钱，付出更多的代价了。温大师，你能帮我吗？我可以帮你超度了胡翠喜，但是孩子需要你自己来感化他，让他自愿去投胎，而你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一生无子。你的面相本身就是官运亨通之相，如果没有这一出，
你将来会有很好的人生。如果我不管这个孩子，会怎样？不会怎样，毕竟那孩子也不能弑父，可是他会一直跟着你，陪着你，依赖你。不只是陆天林，就连梁正远都竖起了一身的白毛汗。一个鬼婴日日夜夜的待在自己的身边，想想都觉得害怕。我只能选第一条路了。是的，而且你做官也不能做贪官，而要做清官，造福百姓，积攒功德，为自己赎罪，也是为了你的儿子。我想想啊，我能不能和父亲商议一下？你要是让你的家里人跟着你饱受煎熬，你可以跟他们讲。陆天林痛苦地闭上了眼睛。是啊，他怎么能让自己的错害得父母余生不安呢？好，我选第一条路。那你取回胡翠喜的残魂，今晚上就做法事了断此事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陆天林做出决定，就没有婆婆妈妈的，骑了温竹清的马去取胡翠喜的残魂。牛员外还有梁勇也回来了，蔡大娘做了农家菜招呼他们。梁勇得知梁正远是退伍回来的士兵，对他非常的好奇。正远兄啊，看你谈吐不俗，言之有物，只当个士兵屈才了呀。我在军队最高的职务是总旗，手下100多号人，可惜啊，时运不济，要是没有受伤，将来百户千户都有望胜任。这样啊，确实是可惜了。不过郑远兄得了温姑娘这样的贤妻，也是福气啊。确实是我的福气。一顿饭吃完，温竹清送客。家里地方小，不留客了，怠慢之处请见谅。梁镇长，你所托之事，半个月之后，我家的事情处理完，我自会去寻你。那我恭候大驾。傍晚时分，陆天林回来了。睡一觉吧，时辰还早。温竹清点燃了一点熏香，陆天林闻着淡雅的香气，很快就睡着了。你会制香？略懂一点点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只是觉得我家娘子才华卓越，什么都会，为夫佩服佩服。梁正远，你不用看我有点本事了就想毁约，我这个人最恨不守约定的人了。别喊什么娘子夫君的，我们除了名分，可不是真夫妻，别想套牢我。我承认我是欣赏您的本事，你这般女子没有男人不心动，我心动也很正常啊。所以我现在想缓和我们的关系，等你也心悦于我，我们未尝不能弄假成真呢。哼，弄假成真，你这人心真黑呀，还卑鄙无耻不要脸！你想让我当一辈子寡妇啊？哎呀呀，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，你咋这么会算计呢？你别叫梁正远，叫梁算计得了。洗洗睡吧，梦里什么都有。梁正远一脸的黑线，温竹清对完了他，起身去找郝寡妇，今天晚上把他肚子里的孩子给处理掉。陆天林醒过来已经是子时了，温竹清带着他来到了村外，郝寡妇也在。温大师，他是谁啊？孩子亲爹，你俩站在这儿，不许动地方，我布置阵法。布置了一个聚阴阵，周围又用符纸布置了防护阵法，2重阵法叠加，以防万一。盒子打开，胡翠喜的残魂飘出来，或许是感受到了母亲的气息，郝寡妇的肚子剧烈的鼓动起来，一个漆黑的圆球飘了出来，郝寡妇直接就晕了过去，这也太吓人了。陆天林神色复杂，这就是他的孩子吗？小孩，我知道你已经有了灵智，能自己思考，现在我送你和母亲去转世投胎，你可愿意？鬼婴突然就冲着温竹清撞上来，温竹清一掌拍出去。你别激动，我打你是因为你想害我，熊孩子不听话，打一顿就好，你还敢来对我动手，是挨打没够吗？温姑娘，他只是个孩子。那是你爹，跟你爹亲近亲近，既然是个孩子，那你多亲近吧。我错了，我不敢了。哼，你爹愿意用一生的功德来送你们母子俩去投胎，终身不娶，终身无子，你俩可愿意？鬼婴蹭着陆天林，舍不得离开。孩子，你先走吧，爹爹为你积德行善，给你烧纸祭祀，只要你们好好的，爹爹做什么都是愿意的。温竹清暗自点头，算他有点良心，双手打出了复杂的手势，一道白色的圆圈渐渐的变大，形成了一条通道。温竹清念诵咒语，2道魂体不受控制的被吸了进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一切恢复了平静，已经是1刻钟以后了。温竹清感觉到通道关闭的时候，2道功德落在了自己的身上，曾经流失的功德又回来了，这事儿终于是结束了。别哭了，天道无常，天道也会给人留一线生机。你好好读书，多做好事儿，造福万民，说不定
将来还有机会改变命运。多谢温大师，我一定会的，不负温大师的辛苦。记着就好。你要敢作恶，会有比寻常人更厉害的报应，甚至会降下天罚，谁都救不了你。温竹清把好寡妇送回了家，给了她一张驱邪符。温竹清回了家，梁正远还没有休息，等他回来呢。事情顺利吗？挺顺利的，睡吧，我忙活了一夜，累死了。温竹清躺下就睡，梁正远的神色沉了沉，最终也熄灯躺下了。温竹清一直没有睡着，睁着眼睛到了天明。蔡大娘做好了早饭，一家子洗漱干净了，坐下来吃饭。姑娘，你做的那个香皂可真好用啊，洗得干净也好闻，比早豆都好使呢。我弄出来自己用的，当然是极好的。这个香皂我也用了，确实不错，这手都白净很多呢。这么好用，这要是拿来卖，肯定很好卖吧？士农工商，商人的地位低下，你是要当读书人的，别做那等子蝇营狗苟的算计之事。淑仪啊，你这么想可不对，士农工商不是这么理解的，而是这个职业少了哪个都不行，无商不富，无农不稳，这两样恰好是社会稳定最重要的关键啊。当然了，读书人教化百姓，管理百姓也很重要。你瞧不起商人，出门别买东西啊，生活中哪一样少得了商人了？梁淑仪若有所思，是这样吗？梁正远和梁淑儿也都是认真思考，都在想温竹清的话。阿娘，尿尿。小满带着他去撒尿洗手，他还不愿意呢，就缠着温竹清。好，阿娘陪着小五，真是个粘人精。以后长大了，黏着你媳妇儿去吧。小五不要媳妇儿，只要阿娘，阿娘最好了，媳妇儿没有阿娘好。长大了你还这么说，阿娘就没白疼你啊。梁正远眸光幽深，自己的媳妇儿他都不能黏着，真是便宜了这臭小子了。饭后，今天大家都去学堂了，我准备拜师礼，把你们念书的事情定下来，别总满村子跑，追鸡撵狗的祸害村子了。我们没有，都是小五，我们是大孩子，早不做这种事情了。我抓来给阿娘吃。鸡要从小养的，不是抓的，你抓的也是别人家的，以后不许了。好吧。既然要去书院，一起上了马车，去镇子上找青柳先生入学，交了束修，跟先生交代几句，今天就正式的上课了。只是要走的时候，小五不乐意了。我不要读书，我要阿娘。阿娘不要走。小五不哭啊，你看大家都在这儿呢，不是只丢下你不要了。我只要阿娘。温竹清被他哭得心疼，抱着哄了一会儿。你家小儿子还小，不如等2年再送来，8岁启蒙也不晚的，无需急于一时。好吧，那我先带他回家，等他想读书的时候再送来。两人又坐马车回来了，没想到家里面竟然有客人。梁正远正招待他们喝茶，客气周到。阿青啊，你回来的正好，这位是县城马氏绸缎庄的东家和东家夫人，特意来寻你的。温竹清抱着孩子坐在梁正远身边的主位。温大师，我们是听县太爷介绍才寻来的，你的事情我们早有耳闻。温大师年纪不大，本事超凡，我们夫妻俩终于拜到真佛了。别夸我啊，我也不是佛。尊夫人身上满是檀香味，这是多年礼佛，实在是没辙了才来寻我的吧。不过这个也不重要，我也不是小心眼的人。您二位所谓何事，我能帮的一定会帮。方外之人也喜欢有钱人啊。温大师果然是高人，什么都瞒不过你呢。温大师啊，那你能看出我们夫妻2人所求何事吗？温竹清笑了笑，想跟他玩江湖骗子那一套呢。猜中了对你完全信任啊，猜不着你就是骗子呗。可以马员外，猜一次100两银子。温大师这么直白的吗？你可闭嘴吧，戏耍大师吗？温大师勿怪，他开玩笑的。没关系，我没开玩笑，二位无需紧张，我对你们有理无理不在乎，只在乎你们的钱。钱的面子可比你们大多了，我会让二位心情舒畅，心想事成，只要给的钱足够多。我就喜欢温大师的直爽，咱们说正事儿，只要能解决我家的事儿，钱不是问题。我们夫妻俩成婚10多年，至今无子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夫人大度，帮我纳了2房小妾，可是这小妾也没动静，我也看了大夫，都说没问题，
可就是没孩子呀。我家60岁的老母急得都吃不下饭，我们拜佛也不少，香火钱没少给，这么多年也不指望佛祖怜悯了。说说你们两人的生辰八字。两人不敢隐瞒，都如实相告。温卓清掐指算了算，你们夫妻的八字都是极好的，也很般配，不存在相克，按说不该无子的。总不能是我有病吧？我帮你把脉，别着急。温卓清给两人把脉，发现也没问题，身体无碍，命格相配，那就只能是风水的问题了。我需要去你们家看看。好，温大师全才啊，咱们什么时候可以走啊？先吃了饭吧，天黑能赶到县城，明儿一早我帮你们看宅子。那好，叨扰温大师了。温卓清亲自下厨，做了糖醋鱼、生炒鸡块、酱烧排骨、红烧肉，最后加了几道农家素菜，招待客人也不显得寒酸。一顿饭吃的都非常的满足。小五吃完了饭就困了，温卓清想把他留在家里，偷偷的离开，可是又担心他醒过来闹腾，梁正远怕是哄不住，就带着小五一块儿出门了。留在家里，蔡大娘也能照顾你，出门办事还带个孩子，多麻烦啊！孩子们都不在家，没人陪着小五啊。蔡大娘怕是哄不住，我都不怕麻烦，你怕什么？男人真好，当爹多容易啊！自己享受了付出一颗种子的事儿，哪能理解当人娘的心情呢？小五虽然不是我10月怀胎，我把他当亲生，就不能让他受委屈了。马员外跟夫人对视一眼，低着头掩饰住眼底的笑意。温大师说的好有道理啊，我也是关心你，你随意。温竹清抱着小五坐着马车出了门，家里就只剩下梁正远一个，孤零零的坐在门口，看着都有点可怜了。蔡大娘也不用避嫌，反正梁正远不能人道，也不怕人说闲话。再说了，隔壁也盖房子，一直少不了人。蔡大娘跟陈婶子他们一块儿的做饭聊天，过得比在酒楼里面还舒服呢。陈婶子问起胡三祥两口子，他们做什么去了？温姑娘还真给他们钱呢，这俩懒蛋，可别让温姑娘赔钱了。我也不懂，好像派他们出门做事儿了，也没在村子里。温姑娘既然敢用，就不怕他们偷懒。胡子强几个孩子还好吧？嗨，这2天啊也没来家里，我还给他们留着干粮呢。嗨，蔡大姐，你就是心善呐。他们有了钱，买了粮食，能自己做饭，还修了房子，过得挺好的。就是那2头羊总是闹腾，胡自强帮着修理他们呢，没少挨打，还没见过这么不听话的羊呢。挨打挨少了，姑娘说了，不听话就抽他们，抽到他们老实。我家几头羊多好啊，还护着孩子们呢，那野狗啊都不敢进家门来。哎呀，可不是嘛，温大师养的羊那都非同一般，乍一看我还以为是小牛犊子呢，又高又壮的，都不像是羊了。吃得好啊，姑娘采了很多药材都给他吃呢，要不然能这么聪明？蔡大娘对温竹清是赞不绝口，满眼的骄傲。她家姑娘那什么都好。梁正元百无聊赖，只好在屋子里面看书打发时间。突然他听到了几声叽叽喳喳的声音，浑身僵硬了一下，难以置信地看向了自己的床铺。他都快忘了那边还孵着一窝鸡蛋呢，这是孵出来了？是他孵出来的吗？他不是母鸡耶，竟然也能够孵出小鸡来。梁正元有一些怀疑人生。蔡大娘，快回来，有事麻烦你。蔡大娘看到这一窝毛茸茸的小鸡，脸色很是精彩。这哪来的呀？我说是我孵出来的，你信吗？就是你生出来的我也信。赶紧弄出去，我都忘了这玩意儿竟然真的能孵出来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好事儿啊，说明咱们家兴旺啊。蔡大娘没有逗他，拿筐子来把小鸡都给带走了。孩子们回来的时候，看到小鸡都非常的惊喜。小鸡哪来的？你们爹孵出来的。你好厉害啊！梁正元仰天长叹，他的一世英名啊。阿娘呢？带着孩子去县城了，有人来求你们阿娘去帮人看宅子，赚钱养活这一大家子呀，又是盖房子，又是送你们读书，你们当这钱是大风刮来的呀？几个孩子都羞愧地低头，阿娘对他们确实很好。别耷拉着头了，洗洗干活吧。母羊还没有草呢，衣服都要洗。舒尔、舒山去捡柴，小满来给我打下手，准备做晚饭了。梁正远看着孩子们忙活，蔡大娘说的对，总是让阿青一个人赚钱，他也太辛苦了。今天上午的话他还记着呢，经商赚钱并不丢人，或许他也可以做点什么，让阿青不这么累。去了一趟净房，回来洗洗手。
盯着香皂若有所思。这东西这么好用，如果大量生产，是不是可以赚钱呢？梁正远觉得可行，露出了喜色。等阿青回来，先学会怎么做香皂，经过他的同意才行啊。温竹清没想到梁正远居然会想经商，抱着小五打了一个盹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马夫人拉着他进了府，先去给马老夫人请安。哎呀，这就是温大师啊，这么年轻呢，你能来最好了。要是能治好我儿子，就是我马家的恩人呢。老夫人，您客气了，收人钱财，与人消灾。马老爷和夫人都是善人，会得偿所愿的。且大师吉言了。寒暄几句，天色不早，吃了晚饭，早早的歇下。第二天一早，温竹清一跃而起，跳到了屋顶上，盘膝坐下，开始修炼。第一缕太阳升起来，温竹清吸收了这一缕紫气，一直沉寂的灵气变得充实，炼气第4层就这么突破了。哎呦，温妹子，这么早啊？我找不到你，可吓死了。放心，没收到钱呢，我且不会跑。你呀，总说这些话，非要戳我的心呀。早饭很是丰盛，还有燕窝粥呢。吃完饭，温竹清开始干活。马员外夫妻俩陪同，从家里的水井到灶台都挨个的看了一遍。温竹清的脑海里面已经有了整个宅子的布局图了。温大师啊，有问题吗？别喊我大师，我也没有拜什么师门，是散修呢，喊我名字就好。问题呢，我找出来了，不过按说不应该的。你家祖上修建宅子，肯定找过高人的，宅子的风水布局是极好的，家族昌盛，子嗣繁茂，3代之内不会有大的问题。可是最后收尾的时候，却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像是刻意为之。你家祖上是不是得罪了风水先生，人家整你呢？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这是我祖父修建的，那时候我还小，没听谁说起过有这种事儿啊。近乎完美的基宅，可见风水师的水平了，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错误。而且这位还手下留情了，只在你们主院动了手脚，没有祸及全家。我要是猜的不错，你们马家除了你们嫡系，其他旁系都是子嗣丰厚。真的呢？我们这么着急，就是怕旁系的抢夺家产啊！如果再没有孩子，真的要从旁系过继了。温大师，温姑娘，那你应该怎么破解啊？这个小厨房的位置不对，拆了重新修吧。灶台在风水里的作用是很大的。好，现在就拆吗？也不需要太大改动，只需要把厨房门改个方向。原来是兴旺子嗣的位置，风水师临时变卦，变成了断绝子孙的方位，也就是你出生的早，否则你们这一支彻底要断了呢。怪不得人家说得罪谁也别得罪风水师啊！真的是坑死你，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也是你们夫妻2人心善，没有欺压百姓，能遇到了我。要是那种欺压百姓的恶霸，不会有这个机缘。这是你们自己救了自己，以后多行善事，为孩子积福吧。是，我们一定会的。多谢温姑娘了。马员外家里面就有砖瓦匠，马上就安排人拆了厨房的门，按照温竹清画出来的位置重新开了门，其他的都不用动，甚至不耽误做午饭。马老夫人都亲自出来陪着温竹清一起用午饭。怎么劳烦老人家了呢？我也是收钱办事的，您太客气了。虽说收钱办事儿，可这个钱呢，有时候想花都找不着正主呢。温姑娘这么直爽，我挺喜欢的。我的荣幸。老夫人常年礼佛，教养的孩子善良宽厚，您也是有福之人呢。要是没有您教的好啊，马员外也没这个运气遇到我来给您家排忧解难。马夫人掩嘴轻笑，温姑娘说话可真有意思，夸了母亲也夸自己呢，自信的一点也不让人讨厌。用完了午饭，换上了茶水。我听了下人禀告，温姑娘，你说的都对。当年老太爷修宅子的时候，请了帝师的，只是那位帝师喜好不同，竟然好美色。老太爷原本答应送个小妾给他的，结果那小妾不想伺候帝师，哄得老太爷变了卦，换了人伺候帝师。那帝师没说什么，人也没有收下，只加了点钱。老太爷以为没事了，谁知道他是祸延子孙呢？我怎么没听说呀？又不是什么好事儿，你祖父遮掩还来不及呢，还能全家宣扬啊？那时候
你们也都没住进来呢，更不知道这些隐私了。我也是听你姐说漏嘴才知道的。色字头上一把刀，女人看着如若无害，也不能小觑呢。温姑娘说的是，没有那个狐妹子使坏，咱们家也不会有这桩祸事。可惜呀，老天不长眼，那狐妹子到了现在还没遭报应，我死了都难以瞑目啊！难不成那个小妾是五姨奶奶？除了她，还能有谁呀？你们呐，都长点心吧，别总想着一家子亲人，对人家心慈手软，又不是一个娘生的亲兄弟，讲什么骨肉亲情呢？可记的是，他们那只跳得最欢，不就是打着吞下我们长房的心思吗？温竹清听明白了，当年那个小妾还没死呢。嗨，让温姑娘见笑了。那个狐妹子比我还年轻几岁呢，当年生下一个庶子，老太爷走的时候被他哄得分了家，就住在隔壁街上，靠着老太爷的偏心，他倒是过得滋润，一心想着裁我们嫡支呢。温竹清只当是听八卦了，大家族都是个小江湖，总有着无数的恩怨，比戏本子都来得精彩。很快的，八卦里的正主就来了。哟，姚氏，我也是你的姨娘啊，见你一面都这么难呢？一个妾室，一个小娘养的庶子，也配老身亲自接待你们吗？走出大门去街上问问，什么时候姨娘都算家里的正经主子了？这不管怎么样，我也是马家的人，我的孙子还是马家的长孙呢，没有我的几个孙子孙女儿，马家都得绝后了。姚氏，你自己作孽，可别来连累马家断子绝孙呐。我知道你不甘心，可是有什么用呢？现实就是如此的残酷。我听人说你动了家里的厨房，这可不行啊！老宅的风水关系到家里所有的孩子们，可不能轻易动啊！你赶紧给恢复过来，否则我请族中的老人出面开祠堂，好好的说说你，你可不能害了全家人。我是马家的女主人，再不济还有我儿媳妇呢，轮不到你一个小妾指手画脚的。你想开祠堂，那就去啊，看看族里的人听不听你的。你以为是你年轻的时候叉开腿就能勾搭人了吗？母亲说这个干嘛？温大师还在呢，家丑不外扬，注意风度教养啊。温竹清笑了笑，马老夫人这脾气可不像是信佛的，对的可真好。你一把年纪了，还这么没教养，活该你！活该我什么？哎呀，你消消气啊，都是为了家里好啊。不好意思，打断一下啊，主院的风水改动只会影响他们这一支，对其他家里人没什么影响的。对全家有影响，那得是祖坟，得全家都在才能动。所以你们这个要求很无理，老夫人可以拒绝。你是谁呀？也配管我们家的事儿？我是帝师，这家的风水我负责，我当然有资格管了。你要是不服，可以找别的帝师来，我跟他说，跟你们说也是对牛弹琴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看出来了呀，我师傅也这么讲，100斤的人98斤的胆子了，英雄所见略同啊。你跟我师傅挺有缘的，可以跟他老人家唠唠。马夫人忍不住的笑了一声，马上就忍住了。马老夫人也乐了，这位温姑娘可真是个妙人。你师傅他在哪儿呢？他老人家呀，大概在地府呢。反正没飞升，现代社会都说是末法时代，前几百年都没人飞升呢，那只能是去地府了呀。你玩我呢？没有，我是女的，不玩女的。你这么大年纪了，也不好玩。这次马员外也没忍住，笑得捂着肚子。哎呦，这五姨奶奶可算是遇到克星了。哎呦，母亲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看着都年轻不懂事儿。咱先回去，从长计议了。你看着就像是没读过书、见识少的样子。我不懂事儿，也比你不会做人的好。哎呦，姑娘好烈的脾气啊！哼，小爷我就稀罕你这个劲儿的。温竹清的眼神眯起来，他这是调戏自己呢。哼，什么帝师啊？有女人做这个的吗？你要想赚钱，不怕抛头露面的，不如去那青楼楚馆，还能混个头牌呢，赚的不是更多吗？何必出来坑蒙拐骗呢？要不要我帮你介绍几家生意呀？温竹清都给气笑了，这母子俩可真是一个德行，自己脏，看什么都是脏的。够了，温大师是我的客人，不许你们羞辱他。五姨奶奶，我看你算半个长辈，给你几分面子。你要是羞辱我的客人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来人，送客。
马员外一生气，愣是母子俩也没法子了，只能是被管家给请了出去。实在是抱歉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这个五姨奶奶越来越过分了。这是看咱们家后继无人，迫不及待了呢。我免费帮夫人调理身体，不出意外，1个月就会有喜讯传出来。真的吗？太谢谢大师了。温竹清给他把脉，身体倒是没多大的问题，不过心情郁结。温竹清把灵气输送到他的体内，比吃药更快的疏散了内脏的郁结，肯定是不耽误怀孩子。夫人去休息吧，多活动活动，晒晒太阳。好，那我失陪了。马夫人去休息，温竹清也告辞。温竹清陪着小五在院子里面逛逛，有蝴蝶飞过，小五抓着蝴蝶网。温竹清坐在凉亭里面休息了一会儿，一个穿着粉色衣裙的女子缓缓地走过来。您就是老爷请来的大师啊，冒昧打扰，妾身刘氏见过大师，没想到大师这么年轻漂亮呢。你是马员外的妾室，找我何事？有话直说，无需恭维。哎呀，您可真是好眼光，那妾身也耽误大师了。内宅女子所求的不过是孩子而已，您能帮我，那这个东西就是我孝敬您的。这可不是简单的铜钱啊，上面写着开元通宝4个字，是古董，不知道传了多少代了。这个东西温竹清非常的喜欢，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，虽然不值什么钱，可我父亲说是一个老道士送的，可以庇护家族。只是到了我这一代，就只剩下我这个女儿，我父亲就给我做了陪嫁。我想着您是大师，或许会喜欢这东西呢。我确实喜欢，不过我不能收，因为你所求的东西得看马员外，不在我。刘氏眼神一转，那您帮我算一卦，这就算是报酬了。算算我将来是会有儿子还是女儿啊？温竹清这次倒多看了他一眼，挺聪明的女孩子，竟然猜出来马员外的事情解决了。不过她是个小妾，将来生了孩子要跟马夫人的孩子争夺家产，不知道生出来是好还是坏。就在他纠结的时候，另外一个穿着绿裙子的女子走了过来。姐姐和谁说话呢？也不喊我一起逛园子，妹妹好伤心啊。哼，你不是知道了吗？这是老爷请来的大师，你不也是为了他而来的？可别装糊涂了，你这副面孔也就能骗骗老爷吧，夫人你都骗不了呢。姐姐误会我了，不就是老爷多在我房间里休息几次吗？姐姐至于这么针对我吗？咱们都是妾室，理应和平相处，在这内宅里咱们才应该同病相怜呢。温竹清都佩服他的脸皮厚。那个你们聊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一步。嘿，大师怎么走了？不喜欢和我聊天吗？人家可伤心了呢。那个你我都是女子啊，虽然身份不同，心都是一样的，所以咱们真的聊不来。既然心一样，为什么聊不来？我喜欢跟俊秀的少年郎聊天啊，不喜欢跟心眼筛子一样的女孩子聊。你不也一样的吗？难不成你不喜欢男子，喜欢女子，是有魔镜之癖好吗？马老爷知道你这个特殊的癖好吗？圆圆脸女子目瞪口呆，随即气得咬唇，仔细看了看他的面相。温竹清笑得隐晦，低声在他的耳边道：你这几天都跟年轻少年玩得好呢，不知道少年的乐趣吗？一副红杏出墙的面相，还好意思来争宠？你说什么？我不懂你什么意思。那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。麻烦让一让，你们的事我不想掺和，别来烦我。温竹清目不斜视地越过他，喊了小五回去休息了。马员外家宅的风水已经解决了，至于这家务事儿是他自个儿需要解决的，温竹清就不打算插手。刚到院子，马夫人带着丫鬟来了。温大师，我这一觉醒来，神清气爽，从未这么舒坦过，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。这是给您的酬劳，还有一点心意，你别嫌弃啊。怎么会？温夫人客气了。是1000两的银子，当初答应的报酬，还有5个金元宝，这是额外给的谢礼，还有一个漂亮的紫水晶。这是我家老爷偶尔得来的，原本想打一套首饰的，听说你们修道中人都喜欢玉石、水晶这些东西，我就送给你吧。温竹清对于黄白之物只是淡淡的瞄了一眼，这个紫水晶却是让他大喜过望。马夫人有心了，这个水晶我是真的喜欢，金子银子我不要了，只要这一个，不能让你破费了。别啊，这是谢礼，该给的酬劳还是应该给的。我只拿我应该拿的，拿的太多，因果纠缠，对我也不好。这水晶还是我占便宜了呢。夫人放心，我不缺钱的，缺的是上好的玉石、法器。以后遇到这些东西，夫人可以留意，算我欠了夫人的人情了。那好吧，温大师都这么说了，我会帮你留意的。
马夫人这么大方，温竹清就多嘴问了一句：“夫人府上2位小妾，夫人是打算如何安置的？既然纳进门就是自家人了，休了他们，将来的日子也难过，养着吧。要是能有福气啊，生下个一儿半女的，也是我们家的孩子，我也不会苛待，好好养大，能有什么成就啊，就看他们的福气了。夫人是心善的，刘氏可以生，于氏就算了。”马夫人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，说的太多，泄露天机，我也承担不起。多谢温大师直言相告，我知道该如何做了。两人聊了一会儿，温竹清打算去街上逛逛，毕竟来县城一趟也不容易，总得给家里面的人带一些礼物。先去了最大的一家银楼。姑娘想买点什么？小的帮您介绍一下。买点首饰银饰就好，不需要太贵重，简单漂亮就行。得嘞，您先坐，我帮您拿来看看，马上就好。小五有一些累，趴在他怀里面昏昏欲睡。温竹清闲着无聊，打量着店铺的摆设，突然目光落在了柜台上方的亮光上，光线带着一层雾气，在温竹清的眼里就是丝丝缕缕的黑雾，那可是煞气。伙计回来端着他要的东西，来，让您久等了，看看这些可让您满意啊。托盘里面是几样银手镯、簪子、耳环等等的首饰，给蔡大娘选了一样银手镯，还选了一副银耳环、银簪子，凑成了一套。小满选了银项圈，最后给梁淑仪选了珍珠的头花。女孩子大了，总得要点首饰。男孩子也没选，穷养儿，富养女。男孩子习武用的药材可比首饰贵多了。就这些吧，多少钱？总共是50两8钱银子，给你抹个零头，算50两吧。好，包起来吧。温竹清面色如常，并没有讨价还价，伙计的笑容更盛。这位姑娘可是个大方的。小五已经睡着了，隔壁有厢房，您要不介意的话，让小公子在这儿休息一会儿，醒了再走也不迟的。有劳了。温竹清把小五放在了厢房里，这里挺安静的，看这家伙计态度这么好，气氛也舒服，温竹清就决定帮他一把。我等着也无聊，你家掌柜的在不在？我有事要跟他讲，要是有空，请他过来一趟吧。您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处理不好，再找掌柜的也不迟啊。你做不到的，跟你们店铺的运道有关，要是他没空就算了。我试一试吧，掌柜的很忙，不知道得不得空。没事儿，看缘分。伙计去找掌柜的，掌柜的这会儿正焦头烂额呢，最近是诸事不顺。什么人要见我，你都来通传啊？是不是又想要便宜点？没钱就别买，咱们店里缺这几单生意的是吗？不是您说的，哪怕1两银子的生意都要认真的对待吗？不让我们怠慢客人。这位姑娘倒是没有讨价还价，只是说关于店铺里的运道，您要是没空，小的就回绝了。等会儿我去见一见。掌柜的想着最近的事儿，鬼使神差的就去见了温竹清。这是我们薛掌柜。薛掌柜，在下姓温，是一位帝师。我看你家最近犯小人，伙计都很不错，多嘴管一管。掌柜的想不想要我帮你分忧解难呢？薛掌柜惊疑不定，这么年轻的姑娘能是帝师？姑娘空口白牙，小老儿可不敢交托这么大的事儿给你。你要是真有本事，也不会名声不显吧？你们县太爷许县令认识我，这次来是县城马家找我看风水，他们家多年无子，已经解决了，不出3个月定有喜讯传出来。掌柜的一听县太爷跟马员外，就信了几分。我姑且信姑娘，最近铺子里边确实不顺利，我听说修道中人会占卜，我丢了批货物，能帮忙寻一下吗？可以啊，寻物嘛，小菜一碟。温竹清取出了几枚铜钱，掌柜的摔了3次。温竹清看了看卦象，东西没有在本县，在邻县丢的。哎呀，姑娘说的太对了，不瞒姑娘，我们薛家的商队这么多年还没谁敢抢劫呢，这次只丢了一部分的货，就很奇怪，这是被人偷走了是吗？是不是有内贼？不全是。我说了，你家最近犯小人，里应外合吧。那要怎么找回来呢？还请姑娘帮帮忙。西南方向，对方醉翁之意不在货物，掌柜的自己去查。多谢姑娘指点，给姑娘取100两银子来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不必了，说了是帮你的，就不要钱。想让我做你的生意，100两是不够的。那姑娘出手要多少啊？1000两起步。掌柜的最近诸事不顺，就算解决了货物的事情，还会有各种麻烦，根儿没有除掉，迟早会有大乱子。那要如何除根儿？只要姑娘能帮我，银子不是问题。好，那你随我来。温竹清带着他走出了店铺。那栋楼是做什么的？那个呀，
是县衙的钟鼓楼，怎么了？钟鼓楼倒是聪明啊，掌柜的不觉得这道光很刺眼吗？钟鼓楼可以随便挂铜镜的吗？还是挂在尖角处？这在风水上叫做尖角煞，把煞气都反射到你家铺子里了。什么？掌柜的仔细一看，那亮光偶尔才会闪过来，并非一直照射自家门店，就被人给疏忽了。多谢姑娘，姑娘的大恩我薛家记下了，我会禀告少主来处理此事的。尖角煞不仅是针对你家铺子的，最重要的还是针对主家。我要是所料不错，你家少东家他是会有意外，不会丢了性命，但苦头是要吃一些的。还请大师救救我们少东家。好说，我会留在马家，2日之后归家。你们少东家要是遇到麻烦，不管是病痛受伤，还是诡异无法解释的麻烦，都可以来寻我。那这个尖角煞该如何处理啊？这个说简单也简单，说难也难。掌柜想要什么样的结果？是单纯的解决，还是反击对方，让他们尝尝诸事不顺的苦处？当然是反击回去了。老子这段日子真的是心力交瘁。哎呀，小妾都嫌我不中用了。那个劳烦大师了。反击回去2000两银子。薛掌柜马上让人送来了银票，温竹清收下，让薛掌柜取来了一面铜镜，按照他的指点挂了上去。这就行了吗？我说了，说简单也不简单，需要精确的方位，这是以彼之道还之彼身，对家怎么对咱们就怎么反击回去，很公平的。大师辛苦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再次进了铺子，薛掌柜感觉暖融融的，房间里面多了一些暖意，浑身很舒服。阿娘，醒啦，咱们回去了。好。温竹清并没有多留，告辞就离开了。路上逛一逛，陪着孩子玩了，迎面遇到了一行年轻男子，为首的男子竟然是熟人。姑娘，一个人逛街不觉得无聊吗？确实有点无聊，不过马二爷来了就不无聊了吗？有什么事儿你说吧。哼，二爷我见多了女人，第一次见你这样的，二爷喜欢。我也挺喜欢我自己的，你眼光不错。姑娘，我就喜欢你这个不要脸的劲儿。伸手就想摸她的脸，温竹清更快出手，一手抓住她的手腕，只听咔嚓一声，我的手！马二爷的手腕耷拉着，都已经脱臼了。你会功夫？真是小妾养的，见识少了。没听说过出门在外3种人不能惹的吗？糟老头子、单身的女人、道士和尚吗？我敢出来混，没有点自保之力怎么行？小惩已戒，要是再敢来骚扰我，我让你下辈子做太监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雄性的动物作祟，我这手就痒痒，就想烧它呢。眼神落在众人的两腿之间，吓得他们下意识的就夹紧了双腿。1000两银子，亲自上门赔礼道歉，我帮你接好手腕。过了今晚不来，你这辈子就做个残废吧。温竹清抱着小五从他们的身边走过，他们下意识的后退，愣是没敢多说一个字。回到了马家，马夫人已经等在了门外了。温大师，你可回来了。我说派了下人跟着你，你非不让。晚膳都准备好了，就等你了。马夫人不必客气，我自在习惯了，不喜欢让人跟着。晚膳稍等一会儿，我有点事需要处理。那好，你先休息休息，我让人送热水来。温竹清和小五洗漱完换了衣服，五姨奶奶孟氏和马二爷已经过来了。哼，你们府里的人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伤了我儿子！你们必须得给我们母子一个说法，否则我就报官去。温竹清让丫鬟照顾小五，自己来应付孟氏母子俩。进门就听到孟氏的狂言，那就去报官啊，让官府断一断当街调戏民女是什么责罚。你敢去骚扰温大师，你活腻了？怎么就不说他招蜂引蝶呢？好人家的女子，谁出门做这个呀？也就你们信了，我可不信。你信不信的，没人强求。我的要求1000两银子，磕头道歉，否则下半辈子做残废吧。现在加一条，孟氏，你也要跟我道歉，为你的出言不逊。让我道歉？别这么大声，你很高贵的吗？我不是瞧不起小妾，毕竟身为女子，活着都挺难的，所以我只是单纯的瞧不起你。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使劲儿的作死，连累你的儿子被人骂小妾养的没出息，也是一点错都没有。马老夫人连连点头，温大师骂的可太对了。母亲，您为了儿子的手委屈一下吧。赵大夫都说了，
这个是特殊的手法，弄不好儿子真的会残废的。孟氏气的是脸色发红，最终为了儿子不得不屈膝行礼，道了歉，赔了银子。温竹清让他过来，咔嚓一下就把他的手给复原了。马二爷是既惊喜又忌惮，母子俩悻悻的走了。哎呀，这俩人呐，就是欠收拾。哎，可惜呀，不能从家族里除名，他丢人，我们马家也受连累。或许很快就能让老夫人得偿所愿了。温大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天机不可泄露。马家人呢都是一头的雾水，不过也高兴，能够把他从家族除名，是马员外很早就有的心愿了。吃了晚饭，温竹清陪着小五在院子里面散步，回答他各种的问题。两世为人，温竹清丰富的阅历差点都招架不住。小五啊，跟阿娘玩一个木头人的游戏好不好？好啊，小五最喜欢玩游戏了。怎么玩？1、2、3，木头人，不许说话，不许动啊！谁先说话，谁就输了。小五点点头，真的就不动了。温竹清靠在凉亭里面休息一会儿，这耳根子呀，终于是清静了。小五的眼珠子一直转动着，还没有完吗？这个游戏好像也不好玩啊。这么安静一下，小五有一些困了。温竹清抱着回去，都省了哄他睡觉了。安顿好了孩子，丫鬟送来了夜宵，是一碗燕窝羹。这燕窝粥是谁让送来的？路上有别人碰过吗？是夫人亲自叮嘱的，奴婢去厨房端来的，并没有被人给碰过。倒是在厨房的时候遇到了于姨娘的丫鬟，她也去端夜宵了呢。没事了，我这不需要伺候，你下去吧。是，奴婢守在外面，有什么需要，姑娘拉一下这个绳子，奴婢就知道了。不用了，我不习惯别人守着，你去休息吧。那好吧。丫鬟退下了，温竹清掀开窗户跳了出去。深夜子时，一阵尖叫声从温竹清的客房里面传出来，惊醒了马家所有人的美梦。马老夫人披着大氅，匆忙赶过来。哎呦，怎么了这是？温大师那里有事儿吗？我们也刚起，不知道啊。快去看看，可不能让温大师出什么事儿啊！带着丫鬟婆子到了温竹清的房间。有男人！闭嘴！马老夫人脸色阴沉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不对呀，温姑娘不是这种人，是不是采花贼啊？快去看看是谁欺负了温姑娘。幔帐被掀开。啊，怎么是你们啊？好啊你竟然敢潜入到我家里来了！孟氏教的好儿子。老爷，他们竟然厮混在了一起，哎呀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先别说这个，我这出不来了。众人目瞪口呆，于是羞愤欲死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他不明白呀，好好的在自己的房间里，这怎么一睁眼睛就跟他厮混在了一块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温竹清走了进来。马老夫人，马员外，你家宅子这防卫可不行啊！这么大一伙人，大半夜的潜入到了内宅，要不是我警觉，现在遇害的那就是我了。温大师，很抱歉，是我家的疏忽，我一定严惩这个畜生。哎，他们好像真的分不开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请大夫去啊，都愣着干嘛？算了，我来试试吧，我也是大夫。这辛苦温大师，让你见笑了，家门不幸啊。温竹清取出了银针，在马二爷的尾椎处扎了一针，马二爷突然就萎了，人也是跌倒在地上，危机解除。马夫人面色阴沉，她终于明白温竹清说不让于氏怀孕的事情，原来是看出了他不守妇道啊。老爷，现在该如何处置他们呀？把他们一起送给五姨奶奶，看看她养的好儿子，明儿就开祠堂。马延武不再是马家子孙，逐出家门，跟我家再也没有关系了。马延武是马二爷的大名，事已至此，马员外再怎么处置也不过分，毕竟这也太欺负人了。陪着小五在家里面玩了2天，如果玲珑阁的人不来找，他就准备回家了。午饭的时候，下人来请，温竹清就带着小五过去了。马老夫人先送给他一个盒子。老夫人，这是那边送的赔礼，温大师受惊了，老身已经请了族老开祠堂，把他们这一门逐出马家了，以后跟他们再没有一点关系。他们就是去要饭，也别来我家门口，直接让人打出去，也不会有人说我们不仁义。温竹清打开一看，除了银票，还有那3枚铜钱。刘氏跟我说，大师很喜欢这几枚铜钱，我就给他换了些首饰，算是给大师赔罪。您千万收下，您对我们这么多恩情，不收下，我们这心里可过意不去。
那我就收下啦，多谢夫人。他这次收的是心安理得，因为他解决了马家的大麻烦。一顿饭吃的是宾主尽欢。温竹清带着小五午休，再次醒过来已经是傍晚了。温大师，玲珑阁的薛掌柜来找，都等了半个时辰了。来了。温竹清起身，丫鬟伺候小五洗漱穿衣。温竹清去客厅见了薛掌柜。温大师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休息了，实在是万分火急啊，还请大师跟我走一趟。稍等，我孩子刚睡醒，认生会哭，我抱着他过去。薛掌柜只能等着。小五收拾好了，温竹清抱着跟着薛掌柜走了，没有去铺子里，而是进入了一家非常幽静的宅子。罗汉榻上斜靠着一位年轻的男子。这个是我们少东家，姓薛，少东家受了伤，大夫束手无策，才劳烦温大师出手的。好说，伤哪里了？哎呀，伤着腿了，大夫说处理不好的话要残废，少东家可不能残废啊。温大师，你能保住少东家的腿吗？尽力吧，我又不是入朝做官，残废了也没什么，你就是太小心了。我看看你的伤口，能好好走路总比残废好吧。伤在了左腿，伤口处的骨头茬子都已经露出来了，又是在膝盖处，怪不得大夫说是要残废呢。这么严重的外伤，就算是现代医学都有一定的难度。温竹清又给他把脉，内伤也有一点，不过不严重。如何？有难度，不是一次能治好的，但是保住你的腿，我还是可以做到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不愧是大师，那赶紧治吧。还需要很多东西，工具就要准备不少，还有药材。我先开药方，你找高明的铁匠来，我交代一些东西，看看能不能做出来。骨科需要的工具很多的，又是这么复杂的膝盖骨头。温竹清先开了药方，让人去抓药。消炎镇痛是基本的，还得调理薛不凡的内伤。温竹清吩咐完了事情，睡一会儿吧，一切由我。薛不凡的眼神闪了闪，或许是温竹清眼底的善意，让薛不凡的心里面有了一些软弱，真的就睡着了。温竹清也没有闲着，跟铁匠交代了半天。好在这铁匠都是县里最厉害的，能把他要的东西给打出来。晚膳就在这儿用了，小五让丫鬟照顾，并没有吵闹。温竹清要的工具都不是太大，铁匠最快速度打出来。温竹清试了试，锋利度还行，挺不错的，就连夜准备做手术了。药材也熬好了。薛不凡醒过来，温竹清让他吃了药，用烈酒浸泡工具。今天晚上怕是睡不成了，守着屋子，不许任何人来打扰。薛掌柜带着人去守住了房门。你要不要睡一觉啊？挺疼的，我尽力减轻你的痛苦，不过能有多少效果，我也不能保证。我睡着也会疼醒啊，不用了，我能忍得住。不会醒，我会把你打晕。不需要。那你得加钱，我帮你止痛很辛苦的。可以。竟然是个财迷。温竹清也不废话了，目光落在伤口处。温竹清用灵气包裹住了伤口，银针扎在大腿上的穴位止血，开始修复他的骨头，然后缝合伤口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天色微微的泛白，一夜的时间就要过去了，终于是治好了。好了，做你这单买卖可真不容易啊，记着加钱啊。多谢姑娘，亏待不了你的。温竹清也是累得够呛，吃了一桌子的早饭，顾不上洗漱，倒头就睡。这一觉一直就睡到了下午。午饭也准备好了，母子俩你一口我一口的吃了饭。温竹清再次去看了看薛不凡，伤势看着还不错，换了一次的药，开了药方让他继续喝。7天之后去找他拆线，然后就是自己恢复了。这不是你亲生的孩子吧？你的年纪生不出这么大的儿子来。这是我的隐私，没必要跟你讲。咱们是大夫和患者的关系，不是朋友。薛少主要是闲的话，跟你家丫鬟聊着玩，不用来找我唠嗑。我的服务里不包括陪聊这一项。我加钱。那你想聊多少钱呢？薛掌柜无语摇头，这位温大师也太没有高人风度了吧。温竹清呢却想得很明白，自己的身份薛不凡会查到的，不如满足他的好奇心，还能够赚点钱，谁让他穷呢？薛不凡了解了他的身份。你来我的身边为我效力吧，我请你做我的供奉，1个月1万两银子。1万两？额外还有奖金，你的吃穿用度一切花销都是我的，总比在家里伺候残废的男人给人当后娘强的吧。这个不行啊，天知道他拒绝的有多难呢。可是吧，这做人得有原则。他答应了梁正远，帮他治好了伤，照顾好孩子们，然后再和离的。一纸婚书就是他们的纽带，不是他单方面说斩断就能斩断的。我家大门随时向温姑娘敞开着，等候姑娘的到来。好，薛少主的好意我记下了，多
等我恢复自由，一定优先考虑你。你的伤得好好养着呢，我熬点药膏，敷在腿上能更快恢复。不出1个月，保管你能下地行走。这么快啊？伤筋动骨100天，1个月就能好？不要怀疑我的药膏，你家也有钱，药用的好，他也年轻，外敷内用，1个月都是常的了。如果用我的灵气辅助，半个月都不是问题的。温大师，那你用灵气吧。不行，我得回家呀，家里人还等着呢，而且消耗太大了。我的灵气修炼不易的，都用在你身上，但我修炼多少钱都不划算。不勉强，1个月已经足够了。多谢温姑娘。温竹清让薛掌柜抓药，下午就在院子里面熬药，一锅的药材熬了整整1个下午，最后就只剩下黑乎乎的一罐子。用的时候在灶台上热一下，用皮子糊在伤口处，3天换1次就好。多谢温大师。休息1夜，第2天一早，温竹清就要回家，已经在县城里面耽误了4、5天了。薛掌柜过来送他。辛苦温大师了，这个是承诺给大师的报酬，您收下吧。多谢了，就此别过，有事儿去村子里找我，告辞。温竹清上了马车，这才搓着手，一脸兴奋地打开了盒子。第一个盒子里面是银票，竟然有10万两银子。发财了！谢少主能赚，以后可以投奔他，是个好东家。第2个盒子里呢是各种颜色的天然水晶，比银子更加的珍贵。这些水晶是可以做成法器的，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东西。温竹清是颤抖的手，激动的心，继续看下一个，就跟开盲盒似的。第3个盒子里是一整套的玉石首饰，做工精致，素雅漂亮，温竹清很是喜欢。最后一个盒子是一个披帛，很是优雅。阿娘，你喜欢漂亮的首饰啊？当然喜欢啦。正确来说，女孩子都喜欢漂亮的衣服和首饰。小五长大可要多赚钱哦，阿娘等着你孝敬呢。好啊，我把天下最好看的首饰衣纱都给阿娘。记着你现在的话啊，你有这份心，阿娘就挺开心的。真的想让他按个手印，打个欠条什么的，长大了可就不能赖账了。身后还有一辆马车，是马家送的礼物，还有他买给家里人的东西。2辆马车耽误了行程，走得有一些慢。半路上休息一会儿，小五撒尿喝水，活动一下手脚。阿娘，那边有个姨爷站在河边一动不动的。温竹清吓了一跳，不能是鬼吧？这大白天的也不能现形啊，好像是个人啊！扑通一声，都没等温竹清看清楚，人都已经跳下去了。自杀！交代车夫们看好孩子，就跑过去救人了。到了河边，一头扎进去，河水还算清澈。温竹清找了一会儿，终于是看到了那个影子，游过去拖住他的双臂，背在了身上就要扶上来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只灰白的手腕猛地抓住了女子的脚踝，拖住了他们上浮的速度。真是倒霉啊，这救个人也能遇到水鬼。虚空画了一张驱邪符，拍在了水鬼的身上，耳边像是响起了一声惨叫。这一次倒是顺利的浮上了水面。放给我，让我死了吧，我没法活了。是一个年轻女子，还在挣扎。幸好温竹清救人的姿势非常的标准，她挣扎也并不妨碍救人，把她丢在河边。我也不劝你说什么好死不如赖活着，你要一心求死，等我走了你再死吧。温竹清遇到了就不能不管，可是他如果执迷不悟的话，温竹清也不会时时的盯着他。女子呜呜的哭起来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倒是并没有再继续的寻死觅活。我马车里有衣服，你换下湿衣服来，别看夏天着凉了也能要命的，要不要？女子点点头，跟他一块儿去马车里面换衣服。她并没有注意到身后的河面上浮上来一个披头散发白衣服的人影，一双血红的眸子盯着他们咧嘴狞笑。倒是小五看见了，吓得浑身僵硬，影子慢慢的沉下去，小五这才哭出来。阿娘，抱抱。好，阿娘抱抱，不怕哈。阿娘不是回来了吗？他还以为小五是担心他呢，心里头软乎乎的。安抚好了小五，就要处置那个救回来的女人了。你家住哪儿？我送你回去吧。我没有家人了，我被婆家休了，娘家嫌丢人，无处可去了。温竹清救回来一个麻烦，也没有问他为什么就被休了，总不能再让他揭开伤疤呀，再痛苦一次啊。看他那面相，是一个贤惠本分的，那就是婆家的错呗。
这个时代想欺负一个小媳妇儿，那多的是法子。那么多的小媳妇儿跳河的，可没几个婆婆会跳河。当人家媳妇儿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那你先跟着我吧，我家里缺个打扫卫生、照顾孩子的，算是我雇佣你做我家佣人，1个月给你100文钱，可以吗？多谢姑娘，我愿意，不要钱，管我吃饱饭就行，我也报答姑娘的救命之恩了。一码归一码，我救你是为了积德行善，为了我自己，换成任何一个人我都会救的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巧娘，娘家姓宋，宋巧娘。名字带着巧字儿，你也确实心灵手巧，针线活做得不错吧？姑娘怎么知道的？本姑娘我可是高人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就这样，宋巧娘跟着温竹清回家了。只是夜里头，小五突然就发烧了，温竹清只好找了镇子上的客栈，先休息一晚上，给小五擦了擦脸，用冷帕子降温。温竹清抱着孩子哄着，用灵气疏导他的身体。有了灵气的疏导，再加上物理降温，小五不会有什么大碍的。天亮的时候，小五已经退烧了。温竹清打着哈欠，终于是放心了一些。养儿不易呀。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半上午了。小五眼神亮晶晶的，精神十足。阿娘，你睡懒觉，羞羞。小五饿不饿啊？饿了，等阿娘一起吃饭吧。好，咱们去吃饭了。温竹清给了钱，厨房做了几碗鸡蛋素面，味道还不错。姑娘，这是你儿子啊？这么大的儿子，你今年才多大呀？我长得年轻啊，其实我30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看我的眼睛比金子都真。姑娘你随意啊，小老头就是好奇，多嘴问一句，没有恶意的。你这是去走亲戚吗？回家，出了趟远门。我家是青石镇的，快到家了。啊，确实，50多里路，半天就能到了。你出门也不多带点人，一个姑娘家的可得小心着呢。没事儿，遇到坏人还不一定谁倒霉呢。多谢你好意，你发财啊！哈，借你吉言了，孩子挺可爱啊。哎，给你糖吃，来。谢谢爷爷。掌柜的一噎，不是，他就只是长得老，你可以喊叔叔伯伯什么的，爷爷这就不至于了吧？温竹清吃了饭，收拾一下没有耽误，再次启程。